离开黑角域的萧炎来到了代表着迦南学院入口的和平镇。和平镇有一大特点，那便是除了迦南学院的学生，只要进入和平镇都必须服用一种能感应杀气的丹药，若心存杀机，这丹药便会从体内发出红光，执法队就会循着红光而来。当然，若是离开小镇，是可以去指定地方领取解药的，而且还会有专门的人护送离开。出狱执法队的萧炎直接爆出了自己是迦南学院的学生，核查完萧炎身份的执法队十分惊叹，他就是那个还没进学校便直接请了2年假的刺头。随后便带萧炎去了霍德导师那里领取了一块蔚蓝色的徽章。霍德导师看到天色已暗，便安排人驾驭狮鹫载着萧炎直接赶往迦南城。在临走前还提醒了萧炎，他的情敌不仅多，还都不是简单货色，建议萧炎懂得一些隐忍。谢过霍德导师后，萧炎便飞身跃上了巨型狮鹫兽的背上，在2名学长学姐的护送下到达了迦南城。看着街道上那汹涌的人流，萧炎感叹着这里的人气之旺。刚刚转角，前面不远处忽然传出一道喝声，萧炎无意去凑热闹，绕开人群的脚步，却在听到一道年轻的声音后骤然停下。萧炎沉默了一会儿，听得里面响起的闷响声，还是选择回去救他。被救起的蓝衣少年拱手对着背对他的救命恩人道谢，却没曾想到对方竟然是当初在萧家与他有着一点恩怨的萧炎。萧宁也不再是以前的无知小子了，冲着萧炎就露出了一抹歉意笑容。萧炎也很自然地与之交谈，只是没说2句，萧宁就脸色大变，咋咋呼呼地拉着萧炎就往学院跑。路上不忘跟萧炎说明，今天是内院选拔赛，而若琳导师经不住熏儿缠，又冒着会失去进阶玄阶导师的机会，把萧炎的名字报了上去。如果萧炎还和上次一样缺席的话，那若琳导师3年内都别想进阶了。选拔赛广场这边，就在大家都认为今年萧炎也不会出现的时候，一个背负着巨大黑齿的黑袍少年带着 BGM 出场了，对上了他此行的第一个对手9星斗师薛崩。萧炎清楚地知道，在这迦南学院中有着不少因熏儿而对他怀敌意的人，想要杜绝那些源源不断的挑战，那唯一的办法便是震慑。而初来乍到的萧炎也迫切地需要一场毫无悬念的压迫性胜利，他要向所有人证明一件事，那便是萧薰儿口中那念叨不忘的萧炎哥哥有着站在他面前抵挡任何风暴的实力。于是薛崩就悲剧了，开战前的霸气宣言哐哐哐地砸脸上，只一招，薛崩被萧炎使出的8级崩揍得倒飞出去10几米，鲜血狂喷，不仅上衣变成破布，满手鲜血，满身淤青，就连手里的长枪也断成了2截。更气人的是，刚揍完人的萧炎身体之上的袍服没有丝毫皱褶。萧炎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他的情敌们更不服了，尤其是在看到萧炎揍完薛崩后，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抱了他们的女神萧薰儿，还抱了将近1分钟，还是一旁的若琳导师看不下去了，轻咳了一声，2人才从幸福与激动中清醒了过来。随后若琳导师带着他们离开了广场，边走边嘀咕，希望萧炎能进前50，毕竟只有前50才有资格进入迦南学院的内院，而内院才是迦南学院的真正核心。之后若琳导师还给萧炎介绍了一下他的2位对手兼情敌，白山，迦南学院外院中风头最劲的人之一，长得帅，实力又强，是薰儿的追求者之一。小妖女虎家，副院长的外孙女，变态的修炼天赋不比萧炎弱，再加上副院长的手把手指导，他的实力比白山更胜一筹。垂涎薰儿，萧炎对薰儿男女通杀的实力很是无奈，这不，当天晚上酷爱白衣的白山便来找萧炎了。白山直言萧炎太弱，配不上薰儿，让萧炎离开他。萧炎根本不想多说废话，就在白山耐不住性子，带着凌厉的攻势冲向萧炎的时候，薰儿和若琳导师出现了，及时制止了2人。离开后的白山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在选拔赛击败萧炎，而萧炎这边却是在和薰儿月下谈心。萧炎将离开乌坦城后所发生的事情一件件的徐徐道来，出乌坦城，进魔兽山脉，闯沙漠，大闹墨家，进帝都，炼药师大会一压群雄，1上云岚宗击败纳兰嫣然，2上云岚宗击杀斗王强者，最后从斗宗强者手中逃生而走。当然删减了一些薰儿不能知道的部分啦。在察觉到偷听的若琳导师走后，迫不及待地询问薰儿，
他父亲的消失是否与薰儿背后的势力有些关系。在薰儿那里得到否定答案的萧炎暗下决心，要努力修炼，尽快提升实力，不然的话，就算日后知道了父亲的踪迹，恐怕也没有实力将之夺回。于是在第2天的内院选拔赛，萧炎接受了若琳导师的意见，冲击一下前5。若琳导师见萧炎有意，便详细介绍了一下对萧炎来说比较强劲的对手，除了小妖女和白珊，还有执法队的5号，以及炼药系的尖子陆木和萧薰儿，并直言萧炎的下一个对手很有可能就是陆木。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萧炎就对上了陆木。此时场外的白珊和虎家都等着看萧炎的笑话，然而他们注定是等不到了。场上的萧炎倒也是有些无奈的看着眼前因喜欢萧玉而对他极为热情的陆木，然而架还是要打的。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两人便战斗到了一起。萧炎的重尺大开大合，借助着宽敞的尺身，每一次挥动都会有极具压迫的风声。而陆木则是与萧炎的攻势截然相反，他手中的铁剑犹如一条刁钻软蛇一般，从不与萧炎的重尺相接触，偶尔有所接触也是一触即退，丝毫不给重尺传过力道的机会。随着双方持久的交战，陆木脸庞上的蓝伞彻底的被凝重所覆盖。终于，萧炎击落了陆木手中的长剑，陆木十分惊叹于萧炎的实力，于是打算动真格的。动手之前还不忘告诉萧炎，他最擅长的其实是玩火。萧炎只觉得有些好笑，毕竟以他如今对火焰的操控能力，就算是4品炼药师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什么玩火呀。随即萧炎就召唤出了紫火，陆木瞬间就明白了萧炎与他是同行。然而这更是让陆木燃起了火热的战意，冲着萧炎使出了炼药系独有的攻击技能丹火之技。螺旋火焰锥的刺头直指萧炎，在刺头的尖端部分，因为其高速的旋转，产生了一圈圈蓝色的风纹，化为漩涡状，出现在了火焰锥尖处。只是正在释放螺旋火焰锥的陆木，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手臂以及脚掌处，竟然不知道何时被缠绕上了2道紫火带，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周围看台上则响彻而起了如雷般的欢呼。离开战场的萧炎径直坐到了薰儿身边，并牵起了他的手，霸气宣言道：“你是我的，不管背后势力有多么庞大，可我绝对不会放弃。”薰儿的脸瞬间就红了。此时吴昊却大煞风景的要来挑战萧炎，被副院长虎钳及时制止。晚上回到房间的萧炎发现了能感知父亲生命的汩汩玉片的不凡之处，却因没有其他线索不得不先放到一边。就在这时，药老现身告诉萧炎，陨落心炎应该在迦南学院内部，而越优秀的学员才越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消息。这意味着萧炎得在最后的选拔赛里得尽最大的努力获得好的名次。最后的选拔赛如期而至，虎钳却宣布今年的规则变了，不再是回合比赛，而是大混战淘汰赛。谁能在这个淘汰赛中坚持越久，名次便是越高，不论手段。混战开始了，一开始都是各自奋战，后来开始有人联手。随着时间的推移，5道强横的气息暴冲而起，呈分聚之势，分别占据着广场四周。有3股是属于白珊虎家吴昊的，其他2位则是萧炎不认识的。自知情况不太妙的萧炎出声拉拢了还没有队伍的人，2人的队伍立刻膨胀成了人数足以和白珊等人相比的团队。白珊见此情况非常不爽，直接向萧炎宣战，上来就冲着萧炎使出了玄阶高级斗技撼雷地狐爆，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萧炎啥事儿也没有，全身翻滚着青色火焰的萧炎则非常不屑地表示打爽了，爽了的话那便换我了。萧炎几乎是化为了一模糊的黑影，不断地在白珊周身穿梭。场中先前还威风凛凛的白珊，却是在突然之间变成了只能挨打的显眼沙包，直到一脚飞踢而出，重重地甩在白珊肚子上。白珊身体表面上的雷电斗气铠甲也被萧炎给强行轰破了。白珊十分怨毒地看着萧炎，更气人的是，揍完人的萧炎竟然晋级了。不过这也为白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复仇机会。白珊脸色狰狞地邀请吴昊和虎家联手先将萧炎弄出去，2人并没有犹豫多久就与白珊达成了协议。3人还想劝薰儿让开，他们只是想把萧炎赶下去。薰儿却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8名位于斗师巅峰的参赛者率先发难，被薰儿一击清场。随后白珊3人联手，有2人缠住薰儿，白珊偷袭萧炎。薰儿见状，凭一己之力震退2人，飞身过去将萧炎揽进怀中，受了白珊一脚后，彻底对白珊动了杀心，不惜使用秘法。
就在这个时候，萧炎晋级成功拦住了薰儿，并表示接下来的事交给我来做。萧炎施展了天火三玄变，将实力增幅到了斗灵强者，在一拳将三人击溃后，看着对面还想酝酿强横斗技的白山三人，萧炎没有留手，使出了小型佛怒火莲。4股能量在碰撞的顷刻间先是沉寂，旋即便是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三人重伤，萧炎却是发型都没乱一下。然而萧炎并没有打算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就在大家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上去又是一顿暴揍，为薰儿报了仇。这时的萧炎还不知道，此时被他暴揍的三人后来有2名变成了他的小弟。选拔赛到此结束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作为前5名的萧炎、萧薰儿、5号、虎家和白山，在2位长老开启空间锁后进入了藏书阁。藏书阁内，萧炎在薰儿的帮助下拿到了玄阶高级声波斗技狮虎碎金银。随后5人跟随虎钳来到了他的书房，虎钳告诉他们2天后来这里报道，到时候带他们进入内院，并告诫他们尽量能够放弃间隙，彼此合作，不然的话那后果可不太好受。离开书房后，萧炎为了尽快提升自身实力，打算将狮虎碎金银初步掌握，哪知刚开始练习就遇到了麻烦，还是药老为萧炎炼制了冰灵护喉液，帮萧炎保住了嗓子，不然修炼声波斗技的时间一长，搞不好就会变成哑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初窥门路的萧炎总是觉得他的吼声之中少了一点什么，直到那蕴含着虎威的笑声径直传入了萧炎耳中，一切水到渠成。在萧炎以第1名的成绩通过内院选拔赛后的第3天，学院安排了10头狮鹫兽来接通过选拔的学员，每5人一组。萧炎、薰儿等前5名被分为了一组，由虎钳与其他3位长老一同护送这些学员。然而送达的地方却不是学院，因为迦南学院内院有一项传统，那就是新生入学必须得经过火能捕猎赛，比赛规则则是新生在老生的围追堵截下，保住手里印着数字5的黑色晶片，并顺利到达森林尽头的内院，越早到达奖励越丰富。而老生除了杀人以外，会用尽一切手段获得新生晶片上的火能。萧炎等人在听完长老对该比赛的简单介绍后，稀里糊涂地开始了他们的逃亡。进入森林没多久的萧炎5人躲在丛林中，见证了一个倒霉队伍被老生洗劫的全过程，得知了金卡内的火能在内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信息，认清了他们如果不想像之前的倒霉队伍，就必须得团队合作的现实，而团队必须得有一个指挥者。薰儿当然是支持他的萧炎哥哥啦，看到薰儿站队，国家也选择相信萧炎。5号则是在之前的大赛中被萧炎揍服气了，白山不想一个人落单，只好也暂时同意。就这样，萧炎顺利地得到了这支小队的指挥权。而萧炎也没辜负他们的信任，很快在萧炎的超强感知下，他们成功的避开了一支杀了回马枪的老生队伍。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所了解的情报太少了，经过团队商量后，决定先冒险吃掉一支队伍收集情报，毕竟与其被人抢，还不如去抢别人。经过一番寻找，萧炎终于确定了猎物，那是一支刚刚抢完新生的队伍，符合落单的条件不说，刚刚消耗了战斗力，手里还有不少火能。于是萧炎等人做了那黄雀，成功拿下了这支老生队伍。为了能得到有效信息，萧炎采取了分开盘问然后对证的措施，被抓的老生自然是老实招了。很快萧炎便得到了森林的精细路线图一份，以及参加捕猎赛的老生共50人，每5人一组，有8支队伍同被抓的这支队伍实力差不多，还有2支实力强横的队伍等有效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有2点。第一点，每年的捕猎赛都会有2支强力队伍参加，一支队伍全员黑装，一支队伍全员白装。内院中管这2支最强的队伍叫做黑白官煞，实力非常强横，最近10年中没有哪一支新生队伍能够闯过他们的阻拦。第二点，金卡中的火能能充当费用，支撑他们去天坟炼气塔里面修炼。天坟炼气塔是一座深埋地底的修炼宝地，越往塔底下面修炼，那修炼速度便是越快，当然费用也是昂贵的离谱。而新生手中的火金卡上面显示的数字5，指的便是在塔中修炼5天的修习费用。在每个月的第1天，内院会给每个人发7天量的火能，想要更多的火能就得做任务。结合所有已知信息，萧炎等人决定多弄点
点火能再走，得到的火能平均分配。在去寻找下一个猎人之前，不知是不是萧炎听进去了虎钳的建议，随手丢了几瓶疗伤药，给揍得鼻青脸肿的新生队伍。离开后的萧炎等人很快遇到了黄衣男所在的老生队伍，没费多大力气，他们就每人新增了25天的火能。在萧炎抢了那黄衣男的队伍接近3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又遇见了一支落单的内院老生队伍。然而这一次却不像之前那么顺利，这次这支老生队伍的配合十分默契，让萧炎等人无功而返。而也正是经过此次的失败，让萧炎5人认识到己身的不足。经过一夜不眠不休的练习，5人已经开始懂得联手。第二天，萧炎等人正好又碰见了昨天那支让得他们吃瘪的队伍。这支内院老生队伍也是倒霉，短短1天时间被萧炎5人狙击了不下5次。等磨练时没用的时候，也就是火能到手的时候，此时老生被反捕猎的消息也已经传开了。新生们十分高兴有人替他们解气，老生们则十分愤怒自己被甩了巴掌，所以他们现在需要将那支新生队伍的嚣张彻底抹杀。于是乎，整个森林几支老生队伍都是开始满林子翻腾。然而萧炎5人却在他们意想不到的时机出现了，并成功的拿下了第5支队伍。森林里还有资格继续参加捕猎赛的老生队伍，除去黑白官煞便只有3队。萧炎等人计划联合新生将这3支队伍全部拿下。不知是新生太想出口恶气，还是萧炎送丹药的怀柔政策有奇效，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集结好的新生们等来了参加捕猎赛的最后3支队伍。此次大战大致分为4个主要战场，由萧炎对战苏笑，吴昊和白山对战修炎和冷白，薰儿和虎家则带领新生对战其他老生。6道身影如闪电一般撞到了一起，巨大的玄重尺撕裂了空气，直直对着出现在面前的苏笑重重抡砸而下，避开萧炎的重尺攻击。苏笑掏出2把匕首，像刺客那样发动攻击，虽然完成了火力压制，却也没给萧炎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吴昊和白山那边更像是法刺同法刺，战士对战士的战斗。就在场中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萧炎也彻底摸清了苏笑的攻击模式，手中重尺猛然插地，双手快速结动的应节，一道蕴含着奇异声波的虎啸声从萧炎口中爆吼而出，狮虎碎金银。萧炎在进入内院之前加班加点所修炼而成的声波斗技，使得苏笑处于了一种浑浑噩噩的昏厥状态中。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的时间，可强者对战这一瞬便是胜负已分。青色斗气所覆盖的拳头重重的印在苏笑的胸口之处，是8级崩。随着萧炎的低喝声响起，苏笑败了，还败得很彻底。战胜的萧炎想借助打败苏笑之威震慑住那些老生，却没想到被人坏了好事，导致适得其反。萧炎只得再次加入战斗，这次选的就是坏他好事的3名老生。在萧炎与那3名内院老生纠缠的10来分钟内，另外几处战斗也是进入了尾声。白山这边率先结束战斗，只是在冷白选择认输的时候，白山偏头看了看萧炎，这一看压抑已久的嫉妒和怒意再也忍不住了，抡起长枪就砸在了已经放弃战斗并且毫无防御的冷白胸口之上。见冷白不服还想动手，被萧炎及时制止。萧炎给了冷白疗伤的药作为补偿，而另两边的战斗也结束了。随着最后1名老生倒地不起之时，空地上顿然响起了一阵夹杂着痛楚声的欢呼。只见萧炎霸气地拿出了一堆疗伤丹药出来收买人心，顺便拿了3颗回气丹给队友。就在他们乐呵呵地拿着火金卡准备分赃的时候，来了一只黄雀，由沙铁带领的黑煞队出现了。情况对萧炎这边的新生很不利，但就这么交出辛辛苦苦得来的火能又很不甘心。雪上加霜的是，白山背叛了自己的团队，凭借着自己哥哥的关系抛弃同伴，带着自己已得的火能走了。然而面对这种情况，萧炎还是选择战斗，因为只要拼就还有机会。萧炎身后的新生也是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盯着树干上的沙铁5人，心中再也没有丝毫惧怕。萧炎对上了沙铁，沙铁修炼的是精细斗气，属于近身肉搏战的强者。萧炎也顾不得隐藏，召唤出了异火，身影化为一道淡青色影子，携带着炙热高温，径直对着沙铁暴冲了而去。沙铁没有选择躲避，拳缓缓握紧，直直冲击而出。拳头之上传过来的凶悍劲气，令得萧炎急退了2步。沙铁却也没好到哪里去，萧炎拳头之上的青色火焰让他吃足了苦头。
头。随后两人又战斗到了一起，此时的战局不太妙，5处战圈只有薰儿那一处是完全处于上风，现在便是得要看究竟是哪一方能够有人最先腾出手来了。是薰儿，只见薰儿击败了自己的对手，火速支援即将败落的吴昊。在两人联手又击败了一名黑煞队的队员后，吴昊也没有战斗力了。不过此时胜利的天平已经向着萧炎他们倾斜，前提是萧炎得拖住沙铁，关键时刻萧炎怎么可能掉链子？在一名新生的努力下，又有一名黑煞队员被薰儿成功补刀。薰儿带着剩下的3名新生赶往支援虎家的战圈，成功拿下该名黑煞成员。薰儿与虎家在休息了将近2分钟后，皆是再度站了起来去支援萧炎。面对3人的围攻，沙铁又不傻，他也实在不想再被萧炎那诡异的火焰焚烧了。再加上看到萧炎把丹药当糖豆吃的动作，沙铁选择放弃抵抗。就这样，如雷般的欢呼声将整个树林都是震得簌簌发抖了起来。在将得来的火能妥善安排后，萧炎在新生的威望更是达到了顶峰，这为以后盘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此时的萧炎正拿着20天的火能同沙铁打探白煞队的消息，在得知白煞队的队长罗侯是斗灵强者，他们需要全员满血才能战胜的时候，萧炎给大家表演了一下现场炼丹。在萧炎丹药的辅助下，经过1天的调整，新生们满血复活了。在第2天的黄昏开始了决战，罗侯带领的白煞队与新生们战斗到了一起，罗侯以1敌4对战萧炎、薰儿、虎家和吴昊。萧炎吩咐道，这场战斗都不要留守，迟则生变。果不其然，萧炎4人首次攻击失利，而后方的战圈几乎每隔1分钟就会倒下1名新生。萧炎明白必须得尽快解决战斗，于是让薰儿等人拖住罗侯，给他酝酿大招的时间。不错，正是小型佛怒火莲。看到萧炎召唤异火，满场哗然。石台中的苏长老与庆长老更是怒骂虎钳没有告诉他们这么重要的信息。罗侯这边更是惊骇地发现自己体内的冰寒斗气居然是变得迟缓了一些，可惜他被薰儿等人钳制，没有办法去阻止萧炎融合异火。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佛怒火莲犹如流星一般划过长空，带起一道绚丽的青紫尾巴，对着罗侯爆射而去。罗侯用尽全身力量发出了一击抵挡，然而寒铁棍上的寒冰仅仅是持续了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连寒铁棍也彻底变成了一坨废铁，却也只是让火莲光芒暗淡了一些而已。石台中的苏长老和庆长老见萧炎准备引爆火莲，脸庞终于是大变了起来，慌忙前去救场。好在苏长老及时挡下了攻击，随后苏长老便宣布，今年这届火能捕猎赛算新生赢了。而白煞队的成员却提出了异议，被苏长老无情驳回，因为刚才若不是长老出手，罗侯必死无疑。苏长老宣布，作为这届火能捕猎赛的胜利者，在场的新生都各自获得20天的火能，而萧炎、萧薰儿、虎家则是额外奖励清火金卡外加30天火能。在内院中，火金卡由低到高分为黑、蓝、青、赤、紫5种颜色，黑色金卡是最低级的金卡，只具备在焚天炼气塔第1、2层修炼的资格，而蓝色金卡则是3、4层，以此类推，想要升级金卡就得缴纳火能换取。清火金卡的奖励相当于为萧炎等人节省了300天的火能，这让在场的所有学员都对他们投去了羡慕的目光。在奖励分发完之后，苏长老就带着这批新生正式进入了内院。出进内院的萧炎4人被苏长老安排到了宽阔的小楼阁，虎家十分错愕，苏长老竟然让他和薰儿2个女孩子和他们2个大男人住在一起。随后苏长老便解答道，这个楼阁很大，房间也不少，将他们安排到一起也是因为内院的环境使然。内院中的那些老生会各自划分势力地盘，而内院管理层是十分鼓励这种竞争力的，毕竟想要不被人欺负，那么便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实力，否则一切免谈。强者为尊永远都是这个世界的主调，因此除非你实力极端强横，否则单凭一个人的话，在内院是不好混的。让萧炎等人住在一起的本意是希望他们能形成一个团队，共同面对所有困难，并且不离不弃。听得苏长老的解释，萧炎等人明白了其良苦用心，当下3人便表了态，愿意以萧炎为中心组成真正的团队。瞧得3人的举止，萧炎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近3年时间的历练，他皆是独自一人，或许性子
使然，他习惯了单身面对困境。不过现在吴昊三人这般将团队指挥权交给他，无疑是对他的一种信任与认可。这种感觉是以前独自一人时从未有过的。见到4人毫无间隙地凝合成一个团队，苏长老则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准备就此离去。虎家及时问出了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内院有没有什么修炼课程？苏长老表示，只要有足够的火能进入天坟炼气塔修炼，那将会比任何课程都有用。勉强能算得上课程的就是学院每周会集体组织学员进入一次天坟炼气塔，另外内院中还有斗技馆、功法阁、竞技场等等场所，萧炎等人都可以去看看。交代完后，苏长老就离开了，萧炎4人也各自回房了。在结束了一夜修炼之时，药老现身告诉萧炎，抽时间去内院偏北之所探查一下，很有可能会在那里找到异火的线索。第二天清晨，难得清闲的萧炎还在同薰儿闲聊，事情就又找上门了。原来是新生在火能猎捕赛上的表现，令得一些老生心生不爽，导致老生团队接连不断地闯进新生区域，堵在出口处让他们缴纳新生纳贡费。而实际上按照规矩，新生的确该向老生交纳纳贡费，可内院也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新生顶多只给2方势力，而在缴纳给了这2方之后，其他势力还想收取，便得去找那2方势力说，再不关新生半点事情。可是来收取纳贡费的势力前后已经不下5波，新生这边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派了代表过来求助。作为代表的阿泰更是表达了新生宁愿将纳贡费交予萧炎，也不愿再给那些混蛋的态度。萧炎则表示不用如此，既然那些老生堵在出口收纳贡费，那么想必他们几个也不会落下。随后便让阿泰先去将新生聚集起来，他们随后就到。等阿泰等人离开后，萧炎问了一下团队其他人的意见，3人一致认为应该趁着萧炎声望正盛的时候将人马整合起来，组建成自己的势力，而现在正是拉拢新生的最好时机。于是4人便立即动身给新生撑场子去了。经过萧炎的一番操作，终于是把那些豺狼赶跑了。新生们更是崇拜萧炎了，萧炎却在此时喃喃道，这样并不是长久之计。上道的阿泰一听，立即建议萧炎组建自己的势力。薰儿更是在一边表示，若是萧炎怕麻烦，可以将一切交给自己和虎家管理。新生见萧炎有意，更是直接表示，只要萧炎有魄力带头，就会全部跟他。在众人盼望目光的注视下，萧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并给自己的第一股势力取名为盘门，寓意是希望能像磐石般稳固在这强者林立的内院之中。将势力的名字确认下来后，萧炎便是丢给了薰儿与虎家2人安置新生，自己却找借口溜了出来。被追出来的吴昊一顿吐槽，其实萧炎是想去北边打探一下，吴昊知道后也跟着去了。只是随着2人的深入，这条向北的路子越来越多的人簇拥了过来，萧炎2人就只见到2旁树林之上不断闪掠而过的人影，以及呼呼的破风声响。这种奇怪的现象更是勾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2人加快了速度，直到看到了一座极为庞大的深埋地底的黑塔，只在地面上露出一截塔尖以及一层漆黑入口。这是萧炎第一次见到天坟炼气塔，而他们误打误撞之下正好遇到了开塔的时间，所以才会在路上看到那么多人。随着进塔的话声落下，萧炎按耐不住躁动的心，对着吴昊一挥手，就率先对着神秘黑塔走去。只是在萧炎双脚落进塔门之后地面的那一刹那，他的身体陡然凝固，脸庞也犹如火炭般，并且一股股白色雾气带着一种犹如烤肉般的嗤嗤声响从其身体之内渗透而出。萧炎身旁与他同时进入塔内的吴昊也是如此。从后面进入本欲呵斥的老生，在看见萧炎2人的情形之后幸灾乐祸，吐槽新生不懂规矩的同时，不忘去请塔内长老。毕竟第一次进入天坟炼气塔，没有丝毫防备的新生，若是没有长老出手，恐怕会直接被由内而外的烧成焦炭。当然，此时的萧炎2人自然是听不见这些老生的话语。现在的他们正在为自己体内忽然出现的诡异情景感到骇然，并且忙碌不堪。被突然出现在体内的无形火惊到的萧炎，迅速冷静下来后，用青莲地心火将那簇来路不明的诡异火焰包围其中，随后才开始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萧炎百思不解时，药老出声告知，这便是因为靠近其本体而被投射在心中的陨落心炎分体，这意味着
陨落心岩就在这座天粉炼气塔，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内院的学生在这塔中修炼会有如此快捷的速度。随后药老指导萧炎撤去青莲地心火，运转斗气，从这缕无形火焰之中穿过。萧炎惊愕地发现，原本一股颇为粗壮的斗气在穿过无形火焰之内，竟然是生生缩小了将近1倍之多。虽然体积缩小了1倍，但是变得极为凝实，蕴含的能量也比先前庞大。尝到甜头的萧炎不由得大喜，连忙控制着一股股斗气源源不断地穿过那缕无形火焰。然而就在当其第5股斗气穿过之后，火焰却完全消散了，见证了仅仅是投射出来的一簇弱小分体火焰便有这样效果的萧炎起了对陨落心岩势在必得的心思。这时的萧炎还不知道自己与吴昊已经被围观嘲笑多时了。赶来救场的柳长老看到两人的情况，也是笑着说道，这2个小家伙出进天粉炼气塔竟然都不预先报告，这苦头吃的可有些冤枉了。人群中幸灾乐祸的笑声更是响亮了，直到一位银发银裙袍的年轻女子出现。该女子与柳长老交谈后，了解到那位身穿黑袍的青年新生是萧炎后，起了看看他极限在哪里的心思。在众人的等待中，吴昊在星火的炙烤下坚持了16分钟后到达了极限。柳长老及时用乳白色的火焰扯出了吴昊体内的无形火。2分钟后，见萧炎也紧跟着到了极限，虽有些失望，却还是赶忙救援。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形之火并未出现，反而是大股青色火焰在吞噬了乳白色火焰后，跟随着攻击气息引动，直接对着柳长老席卷而去。柳长老看出来了，这是偶发的异火自动护主现象，只是他仓促间虽抵挡住了攻击，身体上的衣袍却被焚烧了将近大半，就连头发也隐隐散发着一种焦臭味儿。此时萧炎却拎着已经昏迷过去的吴昊从白雾中走了出来，一脸疑惑地问着眼前有些焦糊的老头发生了什么事，吴昊又是什么情况。爱面子的柳长老肯定不能说实话啦，只是这事儿也怪不到萧炎头上，只得说自己操控火焰时不小心出了岔子，而吴昊只是因为星火炙烤而有些精疲力竭了而已，休息1晚上就会好了。笑眯眯地回答完萧炎后，转头就虎着脸冲走了围观群众。随后给萧炎介绍了银发学姐韩月，入学3年，实力强横，还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势力月灵。韩月欣赏萧炎，有意让萧炎加入自己的势力，萧炎却说自己已经将新生聚集在一起，组建成了盘门。韩月却是明说，萧炎这样的行为会引来很多麻烦，因为按照惯例，很多内院的势力每年都会吸收一些新生，以此来增强实力。萧炎的这一举动肯定会遭来很多势力的不满，受排挤会是必然的。一旁柳长老也是点点头，示意韩月所说不假。萧炎暗道，草率了，只是事情已经这样了，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上萧炎潜力的韩月在沉默一会儿后，对萧炎抛出了橄榄枝，表示有需要的地方他将尽力而为。随后他便潇洒离去了。柳长老也带着萧炎去参观天粉炼气塔了。天粉炼气塔中的修炼室有高低之分，越高级的修炼室越接近塔内的中央位置，而修炼室一般都是得依靠自己实力争夺，实力越强则是能获得越好的修炼条件。在同一层塔内，不管修炼室的级别如何，他们的修炼费用都是一样的。在走进塔内的中央位置的时候，萧炎看到了深不见底的黑洞，眼睛死死地盯着深邃的黑暗，漆黑双瞳转化成了青火瞳孔。在那对青火眸子的注视之下，这些扭曲的空间犹如无形的蟒蛇一般，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对着洞口之处攀爬而上。柳长老及时将萧炎带离了洞口，然而萧炎刚刚被扯离洞口不久，周围温度急速上升，还有一道极为尖锐的嘶嘶声响从深洞处蔓延了出来。柳长老脸庞极为凝重，眼睛也闪过一丝恐惧。尽管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了这么多年的长老，还是隐隐听说过一些事情的。而萧炎被青莲地心火包裹的眸子却是清晰地看见了一条足有10来米粗壮，不知道有多长的无形巨大火蟒。无形火蟒虽然声势浩大，可当其撞在深洞上空5米位置的空间牢笼上时，却仅仅只是令得牢笼波动了一会儿，却再无其他效果。在一番挣扎后，力竭的火蟒再度化为无形，对着黑暗的深洞之内钻了回去。感受到周围降下来的温度，柳长老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从震惊中回过神的萧炎问柳长老，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柳长老却沉声告诉萧炎，这里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原本学员是不允许靠近塔内中央这里的。萧炎也十分上道的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
出了中央地带，柳长老也是恢复了先前的淡定，再次带着萧炎在第一层塔内闲逛着。作为合格的导游，柳长老讲得十分细致。直到5号醒来，临走时，柳长老悄咪咪地告诉萧炎，等下次萧炎带人来这一层修炼，他会给萧炎等人找个中级修炼室中的好去所，在那里修炼不比高级修炼室差多少。毕竟现在盘门的情况不适合去和老牌势力争抢地盘。萧炎谢过柳长老后便告辞了。刚出炼气塔，药老惊异的声音就在萧炎心中响了起来。原来先前萧炎所看见的那条无形火蟒，便是由陨落心炎之中诞生的灵智，甚至可以说那条火蟒就是陨落心炎的本体。内院则是利用空间囚牢，将陨落心炎当成奶牛般来圈养，然后不断的从他身上获得取之不尽的牛奶，也就是陨落心炎的投射分体。萧炎十分惊叹这内院艺高人胆大，药老则表示他们这是在引火烧身，火焰可疏不可堵，内院这般封堵就犹如是在火山口上建立壁垒一般。现在的压抑仅仅是在储存力量，等到爆发之时，这天坟炼气塔将会在顷刻间毁灭。不过在爆发间一冲一堵，双方总会有所损伤，而到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药老预估多则2年，少则1年，将会再有一次变故。这意味着萧炎在接下来的日子得抓紧时间在塔中修炼，最好是在半年内提升到斗灵级别，将那地阶身法斗技3000雷动也学起来。毕竟打不过也是得要有能够逃跑的本事。还有就是收集地灵丹的各种材料，为陨落心炎的爆发而凝聚力量。萧炎这边刚感叹完自己的事业任重道远，道阻且长，盘门又出事了。萧炎刚出天坟炼气塔，就有新生告诉萧炎，白山带人来捣乱了。其实就是韩月的预言成真了，白帮的人在白山的带领下找盘门要新生来了，还出动了一位斗灵强者傅敖。狂妄的傅敖不仅在盘门门口大放厥词，还打起了薰儿的主意。见薰儿等人顽固不化，就打算用强。在大战即将开启，白山等人都快与薰儿等人交锋时，萧炎再次踩着点及时出现了，这次还带着吴昊。瞧得萧炎与吴昊的出现，盘门的新生顿时欢贺了起来。白山则是嘲讽萧炎，萧炎也毫不客气的回怼。不等2人打完嘴炮，傅敖就出来刷存在感，要求萧炎交给白帮15名新生，敢不交就别怪他以德服人。萧炎完全没在怕的，与傅敖约定单挑，傅敖赢了按他说的办，若是输了，白帮3个月内不许再找盘门麻烦。傅敖则是临时改了他赢的条件，要求交给白帮的15人中必须有薰儿。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傅敖的勇气，龙有逆鳞，触之者怒，他竟然敢踩在龙的头上拔逆鳞。就在这时，薰儿握住萧炎的手，温柔且坚定地让萧炎哥哥去比。听到薰儿的话，萧炎微微俯身，贴近了他的耳朵，许下了属于2人的诺言。半年后再无白帮，薰儿当然相信他的萧炎哥哥啦。在众人看好戏的目光中，萧炎完成了天火3玄变青莲变，将自身实力提升到了即将达到斗灵强者的地步。傅敖嘲讽萧炎实力不够，秘法来凑。萧炎不想再废话，抡起重尺就暴冲了过去。傅敖毫不示弱地取出了一把将近半尺长的蓝色3叉戟，就同萧炎站到了一起。场地之中，蓝色斗气与青色火焰各自占据半壁天空，雄浑斗气在场中对碰，爆发起的能量巨响，让得周围围观的人群只得不断的后退着。傅敖十分清楚萧炎的状态持续不了多久，只听他阴笑一声，手中3叉戟猛地一旋，旋即插尖直指萧炎。3叉戟之上，蓝色斗气急速翻滚，竟然形成了一只完全由斗气凝化而成的能量鲨鱼。斗气鲨鱼对着萧炎暴冲而来，只见萧炎双掌紧握被浓郁青色火焰包裹的重尺，缓缓举上脑袋，再将体内斗气运转到了极致后猛然劈下，两者接触，沉闷的爆炸声顷刻响起，漫天水雾从接触点暴涌而出，双掌死死地握着3叉戟柄，傅敖手臂抖动着，萧炎的脸庞也是一片涨红。忽然萧炎的嘴角掀起一抹森然弧度，傅敖虽感觉到不对劲，可却并未立即退缩。于是乎，萧炎的这记狮虎碎金银被他完整的接收了下来。俗话说趁他病要他命，在傅敖被狮虎碎金银震得失神的刹那，萧炎双手猛地松开重尺，紧握的拳头在周围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中狠狠地砸在了傅敖脸庞之上。傅敖的身体在半空中连打了几个翻滚后，重重地砸在了几10
米远的地面上，不知死活。白山望着不远处躺在地上如死狗般的傅敖，心中只有恼怒，随后便带着白帮的人狼狈地离开了。而周围的新生更是在这次盘门危机中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提升自身实力是刻不容缓的，而且凡事不能完全都依靠萧炎几人承担。作为盘门的一员，他们也需要付出。萧炎正是抓住了这些新生的心理，趁热打铁地宣布，明天开始，盘门成员开始进入天坟炼气塔中修炼。随后萧炎便召唤了新生代表阿泰参加小会议，主要目的是了解白帮的实力，而白帮这边也在讨论怎么收拾萧炎。可是半年之约导致他们不敢来明的，白城也只好吩咐先盯着盘门，以后再做打算。可不是冤家不聚头，第二天清晨，萧炎就带着盘门的人同白城带着白帮的人在天坟炼气塔外撞上了。就在两方人马对峙的时候，白城竟然冲着萧炎伸出手来，萧炎见状轻笑了一下，也伸出手来与白城的手掌握在了一起。果不其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呐。就在这电光火石间，两人便是暗中交手了一回。被人发现后，白城还说只是和萧炎学弟切磋了一下而已。韩月则是看不下去了，出声嘲讽白城，若是有本事去找林修崖、严浩他们耍威风去。被韩月怼得没话说的白城准备就此离去，走之前不忘在萧炎面前耍威风。在白城与萧炎擦肩而过时，萧炎轻声说道：“半年后白帮解散。”白城则是十分戏谑与嘲讽地看着萧炎说道：“只要到时候别又躲在女人身后就好了。”随后便离开了。此时的白城还不知道，这位刺头新生日后会成为他可望不可及的存在。就在萧炎将薰儿四人介绍给韩月认识时，开塔了，两方势力就此分开。由于萧炎在进塔之前就已经将诀窍告诉了盘门众人，这第一次的星火制考进行得很顺利。就在萧炎准备带着众人前去寻找修炼室时，柳长老派人来兑现他的诺言了。这位中年人导师在将萧炎等人带去那处特别的修炼室后，十分仔细地讲解了用法以及规矩。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星火淬炼虽然能够令实力快速增长，可星火之中蕴含着的火焰狂暴之力会随着淬炼掺杂进斗气，而这种火焰狂暴之力并不能用斗气化解，必须用时间磨合，因此得建立星火的抵抗性。以新生们现在的实力，最好修炼半天再休息一夜，等修炼久了便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修炼时间。听得老师十分用心的教导，萧炎很会做人的，在老师离开时悄咪咪的塞了一瓶能让得人静下心来修炼的丹药给导师。中年导师将玉瓶收好后，则是笑着表示，若是萧炎不嫌弃，日后叫他侯虎老哥就成。送走导师后，萧炎便返回修炼室开始了修炼。时间从指缝中流逝，钟声却是准时响起。清醒过来的萧炎在看到新生们眼中有一缕淡淡的火红时，明白导师所言非虚，而薰儿童自己却没有出现被侵蚀的痕迹。在萧炎疑惑之际，药老及时解惑。萧炎有青莲地心火护身，光凭着一点点投射体是不会对萧炎造成任何伤害的。只要萧炎能忍受住修炼的枯燥，大可肆无忌惮地淬炼斗气，任意把持修炼时间。至于薰儿，应该也是有着什么神秘之物护体。萧炎一听，自然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得找个借口逗留在塔中修炼。于是在和薰儿交代完后，就安心的去想办法了。没想到刚想去寻找进入下一层的通道时，就被秦离导师抓了个包。好在侯虎导师及时出现，支开了秦离。萧炎给侯虎讲明情况，自己功法特殊，不会被火毒侵蚀，而第一层已经满足不了自己，希望能够去第二层修炼。侯虎验证萧炎真是没有受到火毒的侵蚀，却还是说到这有些不合规矩。瞧得侯虎那犹豫不决的模样，萧炎又是一个玉瓶不着痕迹地塞进了侯虎手中。冰灵丹有着压抑火毒的功效，这丹药可是送到侯虎心坎上了。随后给萧炎开后门去了。这塔内长老们放水的次数可真不少啊。如愿来到第二层的萧炎，在探查不成反被3名长老警惕后，老老实实的找了一间中级修炼室修炼去了。另一边10几名长老却是在开会，怎么加固天坟炼气塔的封印，万一爆发了又该怎么办？为首的老人却是突然问道，那个拥有异火的小家伙如今怎么样了？柳长老一一禀明。此时的萧炎还不知道自己多次走后门都是大长老提前打过招呼的结果，原因是希望日后陨落心炎暴动时，萧炎也能出一份力。只是大长老也没想到，这个小家伙是打着吞噬学院异火的主意来的。萧炎这边在不吃不喝修炼了将近4天时间后，借助着无形火焰之功效，完成了有史以来最轻松的一次晋级，晋升到了7星大斗师。虽然勤奋修炼很好，可萧炎却知道过犹不及，于是他走出了塔门，温暖的阳光泼洒而下，萧炎视线透过手指缝隙望着那蔚蓝的天空，心情开阔了许多。只是这一次出塔，盘门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到盘门的萧炎
面却差点闹了个大乌龙。起因是薰儿几人将盘门打理得焕然一新，萧炎在看到带着新徽章的盘门学员后，误以为是其他势力来找茬，好在发现的及时，没有发生大水冲龙王庙事件。萧炎十分感叹薰儿的能力和手腕，进入楼阁，在看到人比花娇的薰儿后，情不自禁地上演了摸头杀，随后更是将薰儿紧紧地抱进怀里，下巴抵在薰儿前额处，柔声说道：“辛苦了。”在将脸轻轻地靠在萧炎胸口处的不久后，薰儿从萧炎怀中挣脱，然后拉着他快步走进了他的房间之中，给萧炎介绍了林颖。林颖进退有度地表明了薰儿小姐对萧炎的用心，不惜使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也要让他保护萧炎，希望萧炎不要因为这事对小姐产生什么不满的情绪。另外，萧炎父亲失踪之事应该是另有其人所为，现在已知情况只是与云岚宗有关。与林老交谈完后，萧炎便独自离开了，薰儿却是关上房门并设下隔音墙，问林老刚才有所保留的内容是什么。在两人谈话中初次提到了那些家伙以及萧家有着一些关于那东西的一部分钥匙。密谈后，薰儿便在楼阁的最顶处找到了萧炎哥哥，只是没想到这一次一并找到的还有他在萧家找了许多年的那一部分钥匙——驼蛇古地狱。看着萧炎手中把玩的东西，薰儿脸色的神情变幻不定，许久之后紧握着萧炎的手掌，郑重地让萧炎收好这驼蛇古地狱，日后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拿出来，因为若是被其他人认出，会立刻招来杀身之祸，甚至这迦南学院也说不定会眼红出手。知道事情严重性的萧炎收好了古玉，自知有太多事情隐瞒的薰儿与萧炎约定，等萧炎有实力与云岚宗抗衡之时，他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萧炎当然是相信他的薰儿啦。第二天清晨，萧炎来到了内院的交易场，不仅找到了炼制地灵丹的必备之物青木仙藤，还收获了一员被火毒困扰的火爆大将灵焰。萧炎在给了灵焰15枚能够暂时压制火毒的冰灵丹以及一瓶洗髓寒灵液后，就准备去天坟炼气塔修炼了。令萧炎意外的是，离开前灵焰主动承诺在萧炎修炼期间会帮忙照看盘门。在和薰儿交代后，没有后顾之忧的萧炎径直去了塔内第2层面积极小的低级修炼室，炼制了青之火灵膏和素灵风丹，为进入第3层闭关修炼做了准备。进入第3层的萧炎选择了一间高级修炼室，开始了闭关。此时的萧炎还不知道这间带床的修炼室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修炼室内服用了素灵风丹的萧炎，体内斗气的运转速度增加了将近3-4倍，那被涂抹了青之火灵膏的身体也变成了一个不断散发着犀利的无底洞。这样的修炼状态持续了2天，而麻烦也在此时找上门了。原来这间带床的修炼室是柳飞仗着自己是强榜前10顶尖高手霸枪柳琴的表妹私下内定的，而柳飞的护花使者雷娜见有人不长眼的占用柳飞的修炼室，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十分粗暴地打断了萧炎的修炼。在这个谁拳头硬谁老大的内院，话不投机半句多的2人没说几句就站到了一起。因为萧炎在修炼之前服用了风速灵丹，当修炼被打断后，那风速灵丹的弊端会让萧炎变得虚弱，所以与4星斗灵雷娜的战斗，萧炎从一开始就直接使出了佛怒火莲。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想借此立威啦，只可惜那青紫火莲即将砸在雷娜脑袋上时被好长老救下了。不过萧炎想立威的目的也达到了，众人虽然不明白好长老为什么在救了雷娜后偏帮萧炎，却也是都不敢再招惹萧炎了。就这样又安静地闭关了5天时间，察觉第3层星火强度已经满足不了自己所需要的萧炎，又跑去第4层闭了半个月关，终于得偿所愿，不仅突破到了8星大斗师，还借助突破之功排除了一点烙毒。离开天坟炼气塔回到小楼阁的萧炎发现今天的人格外的齐，就连那灵焰也在。灵焰吐槽自己的丹药吃完了，萧炎再不出来就要去天坟炼气塔找他了。萧炎回怼灵焰急什么，1-2天不驱毒又死不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萧炎了解到了柳琴的实力，以及参加内院大赛进入前10不仅有资格成为长老备选人，还能获得进入天坟炼气塔第9层接受一次星火本源断体资格的信息。听到星火本源断体，萧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能靠近陨落新年的好机会。将能彻底驱除火毒的丹药给灵焰后，萧炎不仅得到了灵焰手中的青木仙藤，还得到了他的承诺，若是以后柳琴找萧炎麻烦，可以派人通知他。灵焰走后，薰儿3人告诉了萧炎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盘门没火能了。4人一合计，一致认为出售丹药是最靠谱的。萧炎也表示，作为盘门的首领，他自然也是需要付出一点的。至于垄断
断了整个内院90%丹药销售的药帮，只要他们不来阴的，正面交锋是不足为惧的。在确定好销售丹药和场地后，薰儿三人带着东拼西凑的180多天的火能采买药材去了。买回来的药材则被萧炎炼制成了回气丹、附体丹以及冰清丹，一种针对斗气恢复，一种针对内外伤，一种针对火毒。薰儿等人通过1天的售卖，已经快收回本钱了，只是薰儿担心药帮那边的人会暗中把所有药材都收购光。萧炎十分认可薰儿的未雨绸缪，于是在第2天，薰儿三人依然带人前去销售丹药。经过前1天的发酵，盘门出品的丹药便宜又好用的口碑算是立起来了，而这次销售不出意外的彻底售罄了第1批丹药。而萧炎这边则是带人横扫了交易区，用光了所有火能购买炼制3种丹药所需要的材料。看到盘门越来越红火的生意，药帮的人急眼了，不仅用双倍价格收购了盘门所需的全部材料，还勾结白帮的人砸盘门的场子。这萧炎能忍，召集了盘门的人就去找白城了。萧炎嘲讽白帮是一群没诚意、没信誉、没脸皮的三无帮派，白城却表示自己是受人所托，无关个人恩怨。气得萧炎正想不惜施展燕分式浪尺来以德服人，林燕出现了，给萧炎撑场子来了。林燕逮着白城就是一顿臭骂，白城脸都被气得铁青。躲在暗处的药帮见盟友顶不住了，就自己冒头了。嘲讽技能拉满的林燕，讽刺韩贤所带领的白帮就是卖假药的。又是一场舌战后，萧炎与韩贤立下赌约，比单。郝长老作为裁判公证人，药方使用内院所藏。萧炎输了，不仅日后盘门不准再销售丹药，还得将回气丹、附体丹、冰清丹的3种药方交给韩贤。韩贤输了，不仅不能暗中堵萧炎的路，还得将内院之中5处人流量最多的交易地点交予盘门。郝长老对这种比单邀请是很喜闻乐见的，当即就同意了。不过条件是单方他来选。短短1夜之间，盘门萧炎要与药帮韩贤比试炼丹的消息，几乎是犹如长了翅膀一般的飞遍了整个内院。原本平日里基本没有人的北广场，却是被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堆得满满的，甚至还有不少长老偷偷来此观看。使众人意外，让萧炎和韩贤吐血的是，调皮的郝长老将比试题目定为了5品丹药龙力丹。这种级别的丹药，就算是在炼药系中能够成功炼制出来的，也只有凤毛麟角的几人。郝长老表示，既然要比，那自然是要比大一点，实在不行，顶多都炼制失败嘛。每个人的药材都是准备了3份，谁先炼制成功，谁就获得胜利。若是都未能炼制成功，就从失败品中评判。韩贤十分自信，就算炼制不出成丹，自己的失败品也绝对会比萧炎的更加出色。而龙力丹确实是很难炼制，随着双方前2次都炼制失败，韩贤的心态有些崩了，自觉萧炎肯定不如他的韩贤在第3次炼制的时候专注于炼制完美的失败品。抱着炼制失败品的心境，还能炼制出真正的丹药吗？而萧炎这边经过前2次的失败，已经琢磨出来大致的眉目，开始了第3次炼制。一株株药材几乎是呈首尾相接之势，源源不断的被投入药鼎之内，这般速度比第1次的炼制还要更加迅猛。围观群众们都为萧炎捏了一把汗，眼看着萧炎这边渐入佳境了，却再次发生了变故，萧炎又炸鼎了。好在萧炎已经炸习惯了，没鼎也能炼丹。只是观众不是上一批都以为萧炎又失败了，没想到体验了人生中的第1次过山车。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脸的韩贤同学输不起的大喊着萧炎作弊，还质疑比赛的公正性。好在一众长老验证后还了萧炎清白。不懂人情世故的萧炎想把刚炼制出来的龙力丹交给郝长老，被长老婉拒了。随后打了一阵只有2人懂得哑谜，萧炎就不仅获得了去药材库的福利，还为盘门争取到了降税1半的福利。比赛结束后，在郝长老的帮助下，盘门顺利接收了药帮的5处交易地点，而萧炎也通过吸纳靠谱的炼药人才，顺利从繁重的炼丹作业中抽身出来。空闲下来的萧炎陪着吴昊去了几次竞技场，看着场中选手施出的飘逸身法斗技，萧炎觉得是时候去深山修炼3000雷动了。众所周知，深山临海是萧炎的捡宝圣地，那么这次进山，萧炎又得到了些什么呢？处理完盘门危机，离开迦南学院的萧炎在内院外的森林里找了一片沼泽地修炼，并通过自己2个月的努力，成功获得第1份宝贝。
修炼到3000雷动的第1层雷闪，期间的艰苦我一定要同大家说一说。修炼初期，萧炎不仅差点被风雷之力搞得内焦外嫩，还在练习时体验了一把悬崖蹦极，在沼泽里吃泥，被毒蛇咬更是家常便饭。好在苦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就在萧炎日常修炼收工的时候，他获得了第2份宝贝。或许因为收工时多看了2眼灵海，身处山峰之巅，萧炎顿悟了。在进入一种奇妙的状态后，就掌握了一种极为玄妙的持法攻击，不得不说是意外之喜呀。而在掌握持法的不久之后，萧炎发现内院的韩月、林修崖、严浩等人竟然在同血魔天元战斗，目的是夺取地心淬体乳。这种好事萧炎怎么可能错过？等他们两败俱伤，就是最好的机会。只是众人都没想到，这头血魔天元竟然在危机关头觉醒了狂暴血脉。狂暴的血魔天元战斗力爆表，就在韩月即将被击杀之时，萧炎无法袖手旁观，及时现身相救。林修崖很看好萧炎的诡异速度，想拉萧炎入伙，萧炎却是卖了个乖，说自己实力不够，同时将血魔天元觉醒了狂暴血脉，五星斗王也不一定能拿下他的事实告诉了韩月几人。忽悠走了他们以后，萧炎等到了晚上血魔天元衰弱期，用1/3瓶的半生紫金元雇佣了七彩吞天蟒帮他钳制血魔天元，自己则绕后偷家，在药老的帮助下成功获得了第3份宝贝，1瓶真正的地心淬体乳，以及2瓶被稀释后的地心淬体乳。偷完家的萧炎带着吞天蟒跑路后，没多久就乐极生悲了，因为吞天蟒同血魔天元战斗消耗了不少能量，没有能力再压制美杜莎，导致萧炎拿出半生紫金元，正准备犒劳吞天蟒的时候，女王说道：“你还真把本王当宠物来养了。”好家伙，大型社死现场。然而送命题紧随其后，女王问萧炎炼制融灵丹的药材凑齐了没有？凑齐了才有鬼了。萧炎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心里去，他连自己的事都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去给他找融灵丹的药材？而且就算有时间，他也肯定能拖就拖，不然的话，这女人一旦得到融灵丹，把吞天蟒的灵魂融合了，第一个倒霉的肯定就是自己。毕竟这女人从一开始就没掩饰过对自己的杀意。看着萧炎沉默不语，女王杀心顿起，使出空间凝固后，凝实一柄七彩长剑就要杀了萧炎。危机关头，药老出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说起来，这算不算美杜莎第一次见家长呢？跑偏了，拉回来。看着突然出现的药老，女王冷笑道：“早就感应到这家伙身边有着强者隐匿，原来是个灵魂体。药尘明说，萧炎是自己徒弟，他护定了。”而女王与他交手是没有胜算的，要是嫌待在萧炎身边不爽，可以走，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不了主，当了打手还拿不到报酬，我都替女王憋屈。更气人的是，药尘用成品融灵丹做交换，只要美杜莎能丢弃心中杀意，并且在得到丹药后保萧炎1年之内无性命之忧，就会在1年内将成品丹药给他。这简直就是霸王条款呀！就女王那暴脾气能同意？他还真就同意了，因为吞天蟒抗议了，而他又拿吞天蟒没有办法，于是被迫同意的女王再次确定完约定内容后，就将控制权交给了吞天蟒。就这样，萧炎又获得一位斗宗强者1年的守护承诺。而在找了一个敞亮的山洞后，萧炎得到了本次捡宝之旅的最后一样宝贝，药老亲情提供的有13滴地心淬体乳和各种不同草药提炼而成的5彩汤浴。吸收完汤浴里所含能量的萧炎，将实力提升到了斗灵。只是从山脉之中回到内院的萧炎再遇盘门危机，白帮的人重伤了虎家，5号气不过，就对白城下了挑战书。就在5号不敌白城，准备使用秘法被薰儿拦下的时候，萧炎赶来了，没有过多废话，就同6星斗灵强者白城战到了一起。没过几招，萧炎就使出了青莲变，而白城全力一击，直接挑飞了萧炎的重尺。没想到离开重尺的萧炎才是最强状态。白城十分清楚这场大战自己不能失败，于是服用了韩贤赞助的4品丹药受力丹。见此情况，萧炎不怒反喜，紧随其后的服下了之前比丹炼制的5品龙力丹。4品和5品丹药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白城没能撑多久就被萧炎给揍得重伤晕了过去。只是萧炎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就在薰儿扶着受伤的萧炎准备离开的时候，柳琴带着柳飞出场了。
知道来者不善的薰儿不顾萧炎阻拦，先声夺人，训斥了柳晴一番。一旁的柳妃不乐意了，怒骂薰儿没有资格训斥他表哥，萧炎更是个靠着丹药之力的废物。气得薰儿直接绕到柳晴背后甩了柳妃一耳光，萧炎就这样被薰儿护犊子了。气氛正诡异的时候，林修雅、严浩几人出现在了场中。严浩快人快语地问出了重点，柳晴不会趁人之危吧？好歹是强榜第3，柳晴还是要脸的，只是场子也要撑，表示柳妃不能白挨打。与萧炎约定1个月后的强榜大赛赛场上再见。此时的柳晴还不知道，下次再见她的下场也没比白城好到哪里去。距离上一次竞技场之战已经足足过去了2天时间，萧炎这2天内几乎是足不出户。一来是那场战斗确实消耗了他的精力，二来是萧炎打败白城成为强榜高手的缘故。按照内院的规矩，萧炎击败白城就能将白城在强榜之上的排名取而代之，而强榜之中只要上升小小的1个名次，所获得的待遇便是会丰厚许多。那丰厚的待遇足以让很多人眼红与羡慕，再加上萧炎真实实力仅仅是1星斗灵，而且他已经再没有第2枚龙力丹服用，很多人都认为想要打败萧炎或许并不困难，这直接导致挑战书几乎是一叠一叠的被送进盘门。萧炎之所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挂起休战牌，是因为内院之中同样有着受伤者有权利拒绝别人的挑战，而且不会有任何负担的规定。钻空子的萧炎正在盘门内闲得发霉的时候，体内火毒几乎尽数驱逐的灵焰找上门了。交谈之中，萧炎了解到还有1个月强榜大赛就要开始了，而且自己想要进入前10会比打败白城困难10倍不止。灵焰看着神情逐渐凝重的萧炎，眼睛突然一亮，邀请萧炎同他打一场，让萧炎提前试水前10的实力。吓得萧炎赶忙将这个战斗疯子给忽悠走了。看到萧炎的动作，薰儿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当萧炎怒目投来后，又赶忙将笑容收起。不过为了报复萧炎瞪他，薰儿说道，我知道不是萧炎哥哥怕他，只是担心切磋的时候伤到他。被薰儿洗涮一通的萧炎尴尬地摸了摸鼻子，随后再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跟薰儿说自己需要去一趟药材管理库后就离开了。此时的萧炎还不知道自己又将遇到一位不但跟随他很久，还对他注意良多的女人。药材库，萧炎见到郝长老就直接表明了来意，郝长老表示可以，条件是一种药材换1枚让他满意的丹药。双方达成协议后，郝长老暗示萧炎不要多拿哦，我会发现的。萧炎笑了笑回答道，长老放心，萧炎并不是贪心之人。被揭穿的郝长老有些尴尬，挥了挥手示意萧炎快走后，就坐回了椅子审查药材文件去了。进入药材库的萧炎一边感叹学院的大手笔，一边咽口水，手痒不能拿，好痛苦。煎熬了将近6、7条走廊后，萧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就在萧炎准备去拿的时候，一只极为纤细的小手凭空出现，在萧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将冰火龙须果拿走了。萧炎十分骇然，这人竟然能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靠近自己。猛然转头看见的却是一个只齐他腰间的白衣小女孩。小女孩年龄似乎不过12、13岁，一头淡紫色的长发垂至腰间，她的脸颊极为白嫩，一对乌黑水灵的大眼睛对着萧炎眨了眨，犹如有着一股魔力般，让得萧炎心中的骇然顿时间便是消散了去。白衣小女孩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萧炎半晌，忽然拿起手中那株犹如金属般的药材，一口咬了下去。萧炎大喊不要，话音还没落，就看到了本体坚固如金铁一般的金刚脯被小女孩轻易咬得粉碎，然后嚼吧嚼吧吞了。还没从呆滞中完全缓过劲的萧炎，看到小女孩又要朝着冰火龙须果一口咬去，吓得他魂飞魄散，手掌赶忙探出，想要夺回冰火龙须果。手掌刚刚伸出，就被小女孩的2根手指夹住了。白衣小女孩稚嫩却略带杀意地问萧炎，你想抢我的东西？萧炎干笑道，小妹妹，这个东西不好吃的，你还是还给我吧，我要长大就要吃它们。小女孩平静地说道。萧炎则是苦笑了一声道，你吃了这里的药材，郝长老会找你麻烦的。哪知小女孩竟然哼哼的，那个老头我才不怕，他知道了也不敢拿我怎么样。萧炎一听心里直嘀咕，小女孩莫不是哪位大佬的孙女不成？没等萧炎开口，小女孩说道，我今天心情好，不打你。
你赶紧走吧，别管我。完了又啃了一口金刚脯，边嚼边嫌弃难吃。萧炎一听，露出了职业假笑，温柔地说道：小妹妹，难吃的话你将这个果实还给哥哥好不好？我请你吃好吃的哟。一听萧炎要她交出冰火龙须果，小女孩顿时警戒了起来，摇头道：不行，难吃虽然难吃，但是你请我吃的那些东西里面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吗？怪叔叔为难，苦恼地摸着额头，片刻后萧炎试探道：要不我帮你把你要吃的药材稍稍炼制一下，让它们变得好吃一点，这可比生吃药材要好多了哟。搅动的嘴巴微微一停，小女孩乌黑大眼睛猛然亮了一些。瞧得小女孩这副表情，萧炎心道有戏，立马对小女孩说道：只要你将这冰火龙须果还给我，我就帮你把你要吃的药材炼得好吃一些，怎么样？小女孩略微迟疑了一下，就将冰火龙须果递给了萧炎，呲牙咧嘴的道：你若是炼制出来的丹药不好吃，我不仅要将这抢回来，还要一口吃了你。萧炎没说话，只是快速地接过冰火龙须果，然后赶紧塞进纳戒之中，生怕这来历不明的小女孩又是反悔。小女孩催促萧炎赶紧炼丹，萧炎却表示要去给郝长老交代一下。开玩笑，这要是被吃了的金刚脯算在自己头上，那他不得亏死。小女孩嘟囔了几句，倒也是跟着走了。萧炎再次将白玉牌贴于墙壁之上，召唤出能量罩的时候，小女孩撇了撇嘴道：这破能量罩又没有半点用，开启了也是摆设。说完，小手直接抓进能量罩中，几个穿梭都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萧炎开始怀疑自我了，他也伸出手来，对着能量罩戳了过去。小女孩看着萧炎这般举动，顿时大笑了起来，边笑边道：不，笨蛋。萧炎刚想说点什么缓解尴尬的时候，小女孩却是哼了一声，转身就走了，留给萧炎一个后脑勺。无语地望着小女孩的背影，萧炎忍不住在内心无力地叹息道：这小女孩究竟是什么怪物呀？不多时，萧炎两人找到了郝长老。不曾想看到小女孩的郝长老顿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怒声道：你怎么又来了？当他看到小女孩手中那被咬了2口的金刚脯后，更是怒目大睁：你把我这里当饭店了，隔三差五的便是来打牙祭，你想要药材自己不会去深山找啊？自己找那么麻烦，有现成的我为什么不吃？你这老头废话真多，再嘟囔小心我打你了。斜了郝长老一眼，小女孩似是示威一般，还张大嘴巴大大的咬了一口金刚脯。郝长老被小女孩这嚣张的模样气得猛翻白眼，却只得恨得牙痒痒。瞧得两人这番对话，萧炎心中对小女孩的身份更是感到茫然了起来。小女孩见萧炎一直没动静，催促他快点。萧炎赶忙将东西取出来让长老清查。郝长老低声问萧炎：你怎么跟他撞在一起了？你没什么事吧？萧炎简要地将先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郝长老有些同情地拍了拍萧炎的肩膀道：你还真是倒霉，好好伺候这姑奶奶吧，别让她发飙了，不然很可怕的。说完就按照之前的协议，将2份龙力丹的药材也给了萧炎。萧炎还是忍不住问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得到的结果却是他不是人。静室之中，萧炎目光眨也不眨地看着盘腿坐在对面的白衣小女孩，他实在想不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本体竟然会是一头魔兽所化。被萧炎的目光看得烦了，小女孩顿时将手中的金刚脯狠狠地丢了过去，怒声道：你看够了没啊？赶紧给我练！接到金刚脯，萧炎笑着点了点头，就开始炼丹了。炼丹的同时不忘分心套取情报，小女孩也没有什么戒心的，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自己是因为实力未达到斗皇阶别，误吃了化形草，才会一直停留在变化后的人形之上。吃这些难吃的药材，就是想快快长大，然后就能随意在兽体与人体之间变化了。而从自己有意识开始，就独自生活在深山之中，小时候被别的家伙欺负了，也只能灰溜溜的逃跑。直到后来吃了化形草后，遇见了内院的大长老，他带自己来到了内院，就在这里待了下来，看着小女孩低垂着脑袋，曲卷着双腿，双手环抱膝盖，紧咬嘴唇，乌黑大眼睛中略有些水汽的样子，萧炎感到有些心酸，轻轻叹息了一声，尽量放柔了声音道：至少你在这里不会再受到欺负，那些家伙怕我怕得要死，哪里还敢欺负我？像你这样的，我一口就能把你给吃了。小女孩脸颊又是扬起一抹得意道。萧炎无语地摇了摇头道：以后看见人别再说一口把人给吃了，你现在可是人类身呢。小女孩不服地哼哼，本来就是，虽然我还从未吃过人。交谈了这么一会儿，小女孩对萧炎的态度好了许多，几十颗金灿灿的丹丸也出炉了。喏，试试吧。
味道应该会比你生吃药材要好许多。将手中玉瓶递给一旁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小女孩，萧炎笑着道。小女孩迅速倒出一粒金色丹丸，也顾不上其上残留的温度，直接丢进嘴中，使劲地嚼动了起来。好吃！小女孩舔了舔嘴，有些意犹未尽地望着手中玉瓶。萧炎笑了笑，嘱咐道：这些丹丸你自己吃就好，可别拿给其他人吃，不然你会把人折腾死的。我自己还嫌不够呢。嘟囔了一声后，小女孩站起身来，故作老成地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干得不错，以后有人欺负你就来找我，我帮你出头，这内院内还没我不敢惹的人。萧炎被可爱到了，使劲地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笑着道：好，一定找你。闻言，小女孩顿时一喜，立马道：那我以后吃完了这些，你还可不可以帮我炼制啊？就当是我保护你的回报啊。看着跪坐在自己面前，大眼睛之中尽是期盼的小女孩，萧炎翻了翻白眼，挥了挥手，有气无力道：好好，吃完了再来找我，记住我的名字以及居住地点。小女孩极为雀跃，在心中为萧炎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好人称号。达到目的的小女孩终于是满足地站起身来，冲着萧炎吐了吐舌头，嘿嘿笑道：那你继续炼制吧，这炼丹也太枯燥了，还好我没学，不然得烦死。萧炎无语，瞧着要出门的小女孩突然开口：对了，小妹妹，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叫紫妍，大长老给起的名字，不过内院那些家伙确实对我害怕得很，私底下叫我蛮力王，哼，都以为我不知道。小女孩皱了皱翘鼻，小拳头在面前狠狠地舞了舞，顿时间尖锐的声音陡然响起，几道无形的拳影劲风爆射而出，最后贴着萧炎脑袋斜飞而出，重重地砸在那宛如钢铁般坚硬的特制墙壁上。萧炎愣愣地摸了一把额头，半晌后顿时怒目瞪向紫妍：小鬼，你想杀了我啊？小手捂着嘴，紫妍偷偷吐了吐舌头，对着萧炎赶忙一阵弯腰鞠躬。现在萧炎可是他的衣食父母，千万得罪不得。萧哥哥，你练吧练吧，我先出去了，以后吃完了再找你。嘴中这样说着，紫妍赶忙对着门外溜去。看着落荒而逃的紫妍，萧炎苦笑了一声，感慨道：这个小丫头可爱是可爱，就是太过暴力了一点。正生起火准备接着炼丹的萧炎，看到门口处一个小脑袋忽然探进来，冲着他嘿嘿一笑：对了，萧哥哥，我在内院还有着排名呢，就是那个什么强榜，我可是第1名哦，以后有人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字。说完，紫妍就赶忙溜了。袅袅升腾的青色火焰骤然间烟消云散，萧炎呆滞了许久后才反应过来，他就是那个让的林燕为之如虎的强榜第1名。这一刻，萧炎只觉得这世界真是充满了戏剧性。我猜，如果紫妍此时能听到萧炎心声的话，一定会说：哼，你对我的强一无所知。萧炎将炼制好的龙力丹交给郝长老后，试探性地问郝长老有没有办法替他弄来6阶的水系魔核。没想到郝长老还真知道哪里有。萧炎欣喜若狂地表示，只要自己能得到那6阶魔核，定然忘不了长老的好处。郝长老却是说道：别高兴得太早，那家伙很是吝啬，除非拿出他中意的东西，不然的话就准备大出血吧。随后就带着萧炎去找人了，中途不忘给萧炎透露，这个家伙修炼的是火属性的功法，而且对修炼十分痴迷。了解到这些信息后，萧炎心中瞬间有了底。不多时，两人就到了一间竹屋外，郝长老正准备敲门，门内却是传来一道不耐烦的声音：要进就进吧，敲什么门啊？你就喜欢搞这迂腐的一套，直接点不行啊？听得里面传来的话，萧炎苦笑了一声。郝长老倒是没什么感觉，犹如习惯了一般的推开了房门，边走边嘿嘿道：刘老头，给你带了个人来，恐怕你得见见。谁呀？刘长老睡眼惺忪地问道。抬头看到背光而立的萧炎时，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道：哪里来的小崽子？难道被哪位长老撵出天坟炼气塔，想找我去求情不成？萧炎微微一笑，上前一步表明了身份和来意。话音刚落，刘长老手中的茶杯便是在一道清脆的响声中化为了一堆碎片。哼，是这老头乱嚼舌头告诉你我有6阶魔核的吧？刘长老擦去手掌上的水迹，横了郝长老一眼，随即又说道：我给你明说了吧，这6阶魔核我是不会给任何人的，你就不要白费心机了。萧炎明白，刘长老是觉得自己拿不出真正能让他心动的东西来交换，才把话说死了。于是萧炎直接问刘长老：您需要什么？刘长老摸着鼻子道：你想要从我手中换取这6阶魔核？行，只要给我1粒斗灵丹就成。一旁的郝长老一听这话，立马就跳了起来，瞪大着眼睛骂道：斗灵丹，
你这个老不死的也太狮子大张口了吧，那可是6品丹药，以萧炎如今的实力怎么可能练出？你岂不是诚心为难人？撇了撇嘴，刘长老却是不理会他，只是拿目光看着萧炎。萧炎皱着眉头，微微摇头道：这斗灵丹我的确是拿不出来，不过我想或许刘长老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说完便是拿出一枚地火莲子，刘长老自然是识货的，舔了舔嘴后猛地一拍桌子道：你若是再拿出一枚地火莲子，我就忍着心痛将这6阶魔核给你了。一旁的好长老脸皮抖了抖，却是并未开口插嘴，只是拿着目光斜了萧炎一眼，似是在看他的决定。萧炎毕竟是人精，哪里不明白刘长老的心思，当即表示自己只有这一枚了，随后做事要放弃这次交换，准备离开，把刘长老给急的心思都暴露在脸上了还不自知。好长老还好死不死的火上浇油，对萧炎说道：换不到也没关系，到时候我帮你去向大长老询问一下。刘长老哪里还坐得住，立马出声挽留，挣扎半晌后，终于是颓丧地叹了一口气道：不再加一枚地火莲子也行，但是你得帮我也炼制一枚龙力丹。闻言，萧炎心中有些窃喜，面上却是迟疑了一会儿道：这行，但是按照规矩，炼制的药材刘长老却是得自备。听得萧炎此话，刘长老顿时气得有些吹胡子，大骂了一声后，却是突然萎靡了下来，挥着手道：好，药材自备自备，你这小子也实在是太抠了一些，年轻人就不能大方一点吗？萧炎面上嘿嘿一笑，心里却是在嘀咕：这可不能大方一点，炼制龙力丹的药材连我自己都凑不齐，去哪儿给你炼制？成功得到6阶水系魔核的萧炎，不忘再次对好长老表示感谢，之后立马回到盘门，开启了为期3天的闭关修炼。出了关与薰儿交代了一声，就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深山之中，为的就是尽快炼制出地灵丹。山峰之上，药老用黑魔炼制着丹药，萧炎在一旁观摩，一直到3日后，地灵丹丹成。惊雷声后，一道足有2丈粗的蓝色光柱自药鼎之内爆射天际。这股动静不仅惊动了内院大长老，还惊动了萧炎的师兄寒风。寒风感应到这波动在迦南学院范围之中，以为是火老头在炼制，就没放在心上。此时的寒风肯定想不到一念之差，让他不仅错失了夺取焚诀永绝后患的最好时机，还使他距离死亡更近了一步。而另一边，感应到这股动静的大长老十分清楚，这内院之中没人能炼制出这种品阶的丹药。大长老怀疑是寒风偷偷摸摸地潜进了内院，于是赶忙飞身前去查探，以至于药老这边将炼制好的地灵丹给萧炎后，刚交代几句就立马让萧炎躲起来，并使用灵魂力量将萧炎包裹住。来人是一位黑袍老者，经过一番探查，并没有任何发现后，他就离开了。放松下来的萧炎刚想动作，就被药老制止了。萧炎很疑惑，但是还是选择相信药老。就这样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接近半个小时，萧炎即将坚持不住的时候，突然间微风吹过，那个黑袍人犹如鬼魅一般缓缓地出现在了萧炎的视野之中。见此情况，萧炎出了一身的冷汗，心里暗暗感叹道：若是先前没有药老提醒，恐怕他一现身就会被逮个正着。杀了个回马枪的黑袍老者，这下确定炼制丹药之人已经走远后再度消失了。这次药老没有出声，萧炎就放心地将那绷紧的神经彻底放松了下来，之后就犹如脱力一般，全身松垮垮地趴在了树枝上。避开黑袍老者，成功窜回盘门的萧炎，一打开楼阁的大门，就看到了满眼期待的紫妍。紫妍，你怎么来了啊？干咳了一声后，萧炎很自然地笑着揉了揉紫妍的小脑袋，然后闪身进了房间。房间内，薰儿等人皆是有些怪异地望着他。紧跟进来的紫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你给我炼的丹丸吃光了。萧炎心里暗叹道，他怕是将那些药丸当作糖果来吃了。边想边快步走进大厅，就听得虎家悄悄地嘀咕道：这小女孩究竟是什么人？今天早上她突然来盘门，直说要找你，听得你不在就坐在这里不离开，小脸冰冷的吓人。对方是小孩，我们也不好强来。萧炎微微点了点头，苦笑道：还好你们没强来，不然的话这楼都得被拆喽。说完，萧炎刚坐下，紫妍就迫不及待地将帮刘长老带来的药材噼里啪啦地倒出来，交给了萧炎。完了还不忘将自己的药材塞进萧炎手里，并催促萧炎帮他炼丹丸。看着手里的火灵根药材，萧炎苦笑道：
好长老非被你气死不可。闻言，紫妍乌黑大眼睛顿时一鼓，怒道：胡说！这药材是我自己在深山中寻找到的，我本来就对这些天地灵宝有着特殊的感应，才不是偷那个老家伙的呢。萧炎一听，眼睛都亮了。单纯的紫妍怕萧炎不相信他，还爆出血魔天元所守护的东西就是他告诉银发女的。确定真实性的萧炎眼珠转了转，忽然脸庞上堆满了笑容，冲着紫妍笑眯眯的道：嘿嘿，紫妍，我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看得萧炎不怀好意的猥琐笑容，紫妍顿时后退了一步，警戒道：你想干嘛？萧炎含笑道：以后只要你丹丸吃完了，我可以放下所有事情，第一时间帮你炼制。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需要去深山寻找药材的时候，你得跟着我一起。紫妍虽然年龄小，可却并不笨，因此萧炎的目的他一下就明白了。你想让我帮你寻找药材？紫妍道。萧炎摊了摊手道：我给你炼制药材也是很消耗气力的啊，总不能让我白干吧？皱着眉头思索了好一会儿后，紫妍有些不甘心的点了点头，嘟囔道：随便你，反正我只带你去找药材，如果遇见守护药材的魔兽，你得自己解决。当然实在要我出手也可以，但是需要给报酬。就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把贪宝小能手忽悠到手后，萧炎第二天一早就将炼制好的丹丸给了紫妍。得到了可口而富有能量的丹丸，紫妍也终于不再缠着萧炎。但是刚刚拿到东西，他也不好意思马上闪人，所以倒也是乖乖的坐在一旁。吃完早餐，萧炎刚想起身，林燕那个大嗓门就冒了出来：萧炎，听说你回来了，哈哈，今天有没有时间来切磋一下呀？这几天在竞技场打了几场都不过瘾啊，那些兔崽子看见我就跑。一身随意穿着的林燕抓起桌上的馒头狠狠啃了一口，含糊的道。正咀嚼着，目光突然瞥到了紫妍，旋即林燕给薰儿几人表演了如何快速变脸，之后不仅将馒头连着口水狂喷了出来，还犹如触电一般满脸惊骇的急忙后退间不忘惊恐的尖叫：你怎么在这里？你大喊大叫的做什么啊？捂着耳朵，紫妍极其不满地对着林燕道。林燕咽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地来到萧炎几人身后，低声道：你知道他的身份吗？萧炎笑了笑，上前摸了摸紫妍的脑袋道：很可爱的小女孩，我吃完了，走了。将最后一口早餐塞进嘴里，紫妍甩了甩脑袋，把萧炎的手甩了下去，对着林燕哼了一声，才蹦蹦跳跳地走了。出门前不忘回头对萧炎说道：记得我们的交易哦，还有谁欺负你就来找我，像你身边的那种家伙我一拳一个。说完，小女孩得意地扬了扬小拳头，然后甩着紫色马尾辫消失在萧炎等人视线中。紫妍走后，萧炎调侃林燕，怕得要死的人竟然是个小女孩。被萧炎一阵嘲笑，林燕脸庞有些涨红，呵呵了一声道：有这个怪物罩着你，你还怕什么柳情啊？那个家伙看见他也只有绕道走。萧炎笑着摇了摇头，正想说点什么的时候，阿泰匆匆地闯了进来，告诉萧炎他受萧玉所托前来通报一声，让萧炎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一趟外院。萧炎听完脸色微变，他对萧玉很是了解，若非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儿，他是不会这般焦急。可在这外院中能出什么大事儿？10来分钟后，萧炎终于赶到了外院。萧玉一看萧炎来了，差点没哭出来，却还是强忍着泪水，先拉着萧炎进入了一个房间。房间内，萧炎看到的是脸色苍白如纸，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二哥萧厉。萧炎心疼二哥的同时，十分清楚，整个墨铁佣兵团连带着萧家，应该都是遭受了极为恐怖的毁灭性打击。指甲深深地刺入掌心中，鲜血顺着指缝滴落而下。许久后，冷静下来的萧炎给二哥查看了伤势，又喂了丹药后，就一直待在床边，直到萧厉醒来。与萧烈的交谈中，萧炎明确了仇人是云岚宗和魂殿之人，恩人是米特尔家族。海老，恩要报，仇也必须报，只是现在不能莽撞。目前最要紧的是了解对手的目的以及实力。于是萧炎找到了薰儿，询问魂殿之事。从薰儿那里得知了大致情况，明白魂殿和云岚宗搅在一起就是为了驼蛇谷地狱后，萧炎的怒气几乎快压不住了。好在有薰儿安慰他，萧炎狠狠地将薰儿搂进怀中，声音嘶哑的道：若是当年不年少气盛，与纳兰嫣然定什么3年之约，就不会导致自己现在家族破败，亲人失散。温柔地将脸颊靠在萧炎肩膀，薰儿柔声道：人不轻狂枉年少。萧炎哥哥并没有错，
怀璧其罪，就算萧炎哥哥与云岚宗没有冲突，那魂殿怕也是迟早找上门来，而且以他们的手段定然会一锅端，到时候萧家便不是元气大伤，而是彻底覆灭了。现在的你唯一能做的便是让自己彻底的变强，正如二哥所说，家族的仇恨，萧战叔叔的失踪，都是全得靠你。你如今是萧家的支柱，你若是倒了，这个家族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所以萧哥哥要记住，现在萧家并没有倒，大哥正在加玛帝国带着萧家族人残存着，他们还需要你回去。一句句温柔的声音却犹如生力剂一般，让萧炎那被仇恨与杀意所充斥的内心逐渐恢复清明。此后身体恢复的萧丽去了黑角域，希望能闯出一番天地，组建强横的势力。临走前，薰儿给了萧丽一套攻击力远超玄阶高级的雷电属性的斗气功法与斗技，萧炎也将之前得到的雷符天意给了萧丽，还炼制了许多丹药给他，以备不时之需。萧丽走后，萧炎回到内院，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躲懒，而是摆起了擂台，每天从送来的挑战信中挑选出5人，然后正面迎战。3天，整整15场挑战，无任何一场败绩。本次百擂获得全胜的萧炎，不仅将强榜34名的名次彻底坐稳，甚至还略有上升，因为最后那名6星斗灵排名是在第31。而在15连胜的凶悍战绩还在内院传播的时候，再次成为了全院焦点关注的萧炎已经去了天坟炼气塔第6层闭关修炼了。家族变故所产生的悲愤与暴怒，使得那种密集到了极致的战斗也满足不了萧炎，他必须尽快变强。而内院之中能够尽快提升实力的地方，自然是天坟炼气塔。塔内柳飞的护花使者姚胜不知死活地撞到了怒气值 max 的萧炎的枪口上，两人在休息场内就打了起来。随着两者间的爆发，10来秒左右后，萧炎重尺一挥砸向了姚胜的脑袋，在仅仅只有半尺距离时，姚胜才彻底将重尺凝固在了半空中。好歹是强榜第17名，居然被一个区区2星斗灵拿捏了，姚胜哪里受得了？凝成一副极为锋利的黑色手爪就朝着萧炎抓去，萧炎飞身一踢，狠狠地与姚胜的手爪撞在了一起，低沉的闷声响起，两者都是在劲力的反弹下急速后退。这一击两人都没从对方那里讨到半点好处。然而就在两人即将再度开打时，柳晴突然出现在场中，瞥了瞥萧炎道：萧炎，你倒是真的令我很感兴趣，虽然我的对手是林修崖，不过也希望你也有本事能挤进来，但是你可得记着，大赛中生死各安天命，虽说内院有着限制下死手的规定，可毕竟拳脚无眼。萧炎自然是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刚想回怼，紫妍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萧炎是我罩的人，谁敢动他？呵呵，原来是紫妍学姐。柳晴皮笑肉不笑道，紫妍却是理都不理他，径直走向萧炎。喂，谁欺负你了？不是给你说有麻烦就找我吗？告诉我，我帮你出气。萧炎哪里会借一个小姑娘的名头来耀武扬威，笑着摇了摇头道：一些小冲突而已，我自己会解决。听得萧炎这话，柳晴顿时松了口气，紫妍却是皱了皱眉头，大眼睛盯着萧炎，用仅有2人听见的声音道：哼，别以为不让我帮忙就可以以后不给我炼制丹丸了。萧炎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道：放心吧，答应你的就不会后悔，只要带着药材来找我便成。说完不忘揉了揉紫妍的小脑袋，这下可把周围的人都惊呆了，不少人都在嘀咕着一巴掌把那家伙打飞吧。然而他们期盼的事情直到萧炎收回手了都没有发生，紫妍只是不爽地摇了摇脑袋，拍了一下萧炎的手臂而已。柳晴看到萧炎和紫妍的关系那么亲密，很识趣的就找借口溜了。围观群众也散开后，紫妍邀请萧炎去他的修炼室修炼，条件是再帮他炼制一些丹丸，这样的好事萧炎当然不会拒绝。就在萧炎塔内闭关将近15天的时候，陨落心炎提前暴动了，塔内所有学员10分钟内立刻离开天坟炼气塔。一道苍老的声响猛地在整座塔内响起，最后回荡在每一个人耳旁，经久不散。听到指令的所有学员都撤退了，只有萧炎一人还站在塔外的一棵树尖上，直到陨落心炎被彻底压制，他才准备离开。只是刚转身，他就被苏谦大长老堵住了。大长老并没有为难萧炎，
只是同萧炎做了个约定，陨落心炎暴走之时，萧炎助内院一臂之力。若是萧炎真的能镇压的话，内院将提供任何能让萧炎满意的东西。随后就离开了。殊不知他身后的小家伙在心里嘀咕着：我想要陨落心炎，你能给我吗？4天后，内院中央广场强榜大赛正式开始。主要人物中第一个出场的是紫妍，与他对战的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大汉。紫妍只用了一招就将他 KO。看着台上鸡飞蛋打的壮汉，台下的男性观众都觉得腿间一凉。获胜后的紫妍就跑去跟萧炎邀功了，说自己帮萧炎解决掉了一个对他口出狂言的人。身为魔兽的他并没有人类那般多的花花肠子，他总是单纯的认为只有让得萧炎真正欠他什么，他才会一直给自己炼制丹丸。随后紫妍还嘟囔道：放心吧，有我罩着你，肯定让你进前10，谁敢抢你的位置，我就直接把他打得半死。紫妍的声音并未压低，高台上的参赛者听到这话都被吓得够呛，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轻敲了敲紫妍的脑袋道：我进入前10自会拼命，若是要你帮忙，就算进去了那也坐不安稳。紫妍翻了翻白眼，却是并未反驳。很快就到萧炎出场了，对手是手下败将白城。白城的实力比上次对战时强了许多，为了应对萧炎的天火3玄变，他还修习了新的秘法，不过他注定是萧炎的垫脚石。在一阵你来我往的枪尺之战后，白城在秘法的加持下使出全力一击，准备赌一把大的，一招定胜负。只见8道巨大的血色光弧瞬间将萧炎所在的方位彻底包裹。高台上的姚胜和柳飞都在幸灾乐祸地诅咒萧炎最好当场被杀，场中的白城也期待着萧炎被他一击毙命，因为施展出雪地8裂的他已经再无战斗力，萧炎不死，死的就是他了。烟尘逐渐散去时，一抹青色的人影走了出来，白城绝望了，想要举手认输，萧炎哪里会给他机会。随着8级崩的声音落下，白城如同沙包一般在坚硬的地板上搓出一道长达几10米的浅浅痕迹，最后直接搓出战场，撞在一处墙壁上，不知死活。全场静。在萧炎之后，战斗依然是络绎不绝。吴昊、柳晴、林燕、林修雅等人自然是顺利晋级。第1天的比试一直到傍晚才结束。当天夜里，萧炎在修炼恢复自身伤势的时候，薰儿的房间内，林老却是在催促薰儿尽快离开。薰儿表示，等萧炎顺利取得大赛前10，自己才能安心离开。林老并没有再多说什么，无奈的点了点头就消失了。第2天是25进13的比赛，这意味着有1人将会轮空。公平起见，众长老决定将这个机会给紫妍。确定众人没有异议后，苏谦宣布比赛开始。这次主要人物中第一个出场的是吴昊，倒霉的他抽签所抽到的对手是强榜前10的顶尖高手，很快他就被揍得鼻青脸肿了。不过他参加大赛的主要目的本来也只是想与内院真正的强者较量，如今的对战也算是彻底满足了他的心愿，所以就算败了他也不会黯然。第2个出场的是萧炎，听到裁判席传来的声音，萧炎冲着林修雅等人拱了拱手后，脚尖轻点地面就闪掠到了场中。下场倒是挺快。高台另一边，柳飞冷笑地望着出现在场中的萧炎，不屑地一撇嘴，转头对着姚胜道：你若是输给了那家伙，以后就别在我身边出现。姚胜嘴角一挑道：放心吧，菲儿，我会当着你的面把那家伙打得跪地求饶。听得姚胜的承诺，刘飞满意一笑，望着薰儿，心里恶狠狠的道：小贱人，看萧炎被打败后，你还有什么好嚣张的？听到2人的你唱我和，柳晴皱着眉头，忍不住提醒道：小心点，萧炎可不是寻常对手。哪知姚胜根本没把萧炎放在眼里，对柳晴的忠告半点也没有听进去，敷衍了一声就飞身去了场中。很快他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了代价。先是引以为傲的黑水界被萧炎用异火破解了，后是被萧炎丢重尺戏耍，再是武器双臂被萧炎的青火铠甲卡住并烧红，之后近距离承受了萧炎的狮虎随金银，最后在眩晕中被萧炎的8级崩送出场外，鲜血狂喷。你输了。萧炎淡漠地望着场地之外一脸惨白的姚胜，平静地道。裁判席上，苏谦也是微笑着站起身来道：此局比试萧炎胜。之后的比赛，林燕、柳晴、林修雅也是相继获胜。场中比赛进行时，萧炎也在同薰儿谈论对手的实力。萧炎感叹林修雅和柳晴的实力很强，恐怕只有紫妍才能压制他们。说到这里，萧炎偏头，目光直直盯着薰儿，笑道：薰儿行吗？
薰儿俏皮地反问道：萧炎哥哥认为呢？手掌缓缓地摸上了薰儿的脸颊，萧炎轻叹道：丫头，我知道你的修炼天赋很强，这点从小便是。虽然很少见你真正出过手，不过我依然能够感应到你如今的实力怕是比我还强许多。在迦南学院，特别是当我来之后，你几乎完全收敛了自己的光芒。我并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压抑，反而我更喜欢你的耀眼，那样我会有追赶的动力。薰儿愣了一会儿，片刻后展颜一笑道：萧炎哥哥想看薰儿耀眼的一面，那等比赛结束，给萧炎哥哥看一个最耀眼的薰儿。望着萧炎欣喜的脸色，旋即在心中轻声补充道：也在分别之前。当天比赛结束后的夜里，薰儿敲响了萧炎的房门。夜深人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萧炎目光盯着薰儿小女人的模样，脑子里充满了颜色。随着萧炎眼神越来越火热，薰儿的脸也越红了。片刻后，突然从纳戒中取出一卷黑色卷轴，往萧炎手中一塞，就准备逃跑。然而萧炎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薰儿的手腕，就将人紧紧抱入了怀里。感受着那股透着衣衫传来的温度，薰儿的脸更红了。一番挣扎无果后，只能小声地说不要。萧炎却是趁机将手环在薰儿的细腰上，低头戏谑道：我说丫头，这大半夜的跑我房间，老实交代有何企图？恶人先告状。薰儿低声嘟囔道。望着薰儿的模样，萧炎没忍住心动，一只手挑起薰儿的下巴，目光盯着薰儿诱人的红唇，缓缓地凑近。在感受到对方呼吸的时候，一张黑色卷轴拦在了中间，萧炎只得停下动作。薰儿刚松了一口气，取过卷轴的萧炎却是随手将之收进纳戒后，完成了刚才未完成的事。好一会儿后，两人才分开。尝到甜头的萧炎没有更进一步，只是黏糊了一会儿，就和薰儿谈起了正事。此时的萧炎只知道黑色卷轴是一卷需要斗王实力才能打开的斗技，并不知道它就是古族的镇族斗技地印诀。大赛还在继续，第3天的比赛不再是淘汰赛，而是从13位晋级者中随机抽取6位，淘汰3人。被抽取的6人中有2位拥有姓名的路人甲，还有1位大冤种。被抽中的对手是紫妍，剩下2位就是萧炎和柳晴了。在得知抽签结果后，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柳晴身边的柳飞高兴得差点忍不住跳起来大声欢呼。5号则是有些无奈地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轻叹了一声。紫妍马尾辫一甩，冲着萧炎扬了扬小拳头道：喂，萧炎，要不我去帮你把柳晴打得不能出场吧，这样你就能直接晋级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萧炎揉了揉紫妍的脑袋道：拜托，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环顾四周，萧炎发现除了薰儿外，其他人的脸色都有些沉重，他无奈地笑了笑，并未多说什么。很快就迎来了他与柳晴的比赛。面对萧炎，柳晴并未立刻使用背后一直未曾动过的猎山枪，瞥了萧炎一眼，他淡淡的道：不要说我轻视你，猎山枪只对够资格的对手使用，我希望待会儿你能具备这个资格。萧炎笑了笑，却并未接过话头。大战一触即发。面对柳晴，萧炎直接使出了天火3玄变，率先发动了攻击。只是实力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容易填补的。两人第一次正面相撞，萧炎就被柳晴稳压一筹，目光紧紧地盯着对面不动声色的柳晴。萧炎十分清楚，时间拖得越久，对他越加不利。想要赢，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中取得最大的攻击成效。萧炎利用重齿的特性近身突袭，使出了8级崩。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柳晴反应十分迅速地使出大裂劈关爪应对。萧炎一击未成，被柳晴反攻，被迫使用青火铠甲保护自己。然而青火铠甲很快就在柳晴将近100道的攻势下打散了。柳晴乘胜追击，使出一招黑虎掏心就要结束战斗，没想到一道青紫光团从萧炎袖中飞出，冲着他爆射了过来。爆！简单的字音缓缓从萧炎口中吐出，山崩地裂的爆炸声猛然响彻。众人再次看到的是站在废墟里，衣服破烂，身上还有不少焦黑痕迹的柳晴。在众目睽睽之下，柳晴手中重枪缓缓指向萧炎，低声道：你有资格让我动用猎山枪。一招，最后一招定胜负。猎山枪斜划过半空，柳晴微微一笑道：
这是我用来对付林修崖的底牌，不过看现在这情况，确实得先在你身上施展了。望着柳晴脸庞上那股极度自信的笑容，萧炎知道接下来对方的攻击不会简单。深吸了一口气，萧炎突然笑道：柳晴学长尽管放马过来便是，今日这前10的名额我萧炎要定了。不再留手的两人都使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大烈炎与燕分噬浪者的对碰，使得苏谦大长老亲自动手使出了空间封锁。能量风暴虽然被苏谦制止，但是依然是有2股能量一逃而出，闪电般的撞击在措手不及的萧炎与柳晴身体之上，两人皆是鲜血狂喷，擦着地面倒飞出去，砸在了场外，陷入了昏迷。望着昏迷的两人，一位长老突然有些迟疑地问道：大长老，现在两人都昏迷了，那这场比试算谁赢？听得这话，周围簇拥的众人顿时耳朵竖了起来。苏谦皱了皱眉头道：按照规矩，两人都算是出了场，而且现在也都是昏迷了，说不清楚谁。就在苏谦声音刚刚落下时，萧炎举起了他染满鲜血的手臂，艰难地说道：我可还有口气呢。众人望着努力睁着眼不使他闭上的黑袍青年，内心大受震撼。一定要进前10的执念，使得萧炎听完苏谦大长老宣布两人并列前10后，才放心的让自己晕了过去。强榜大赛排名已然出炉，前4甲是紫妍、林修崖、严浩、林燕。萧炎与柳晴由于伤势过重，无法参加后面的比赛，其实力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并列第10名。当比赛最后一场战斗落幕时，发生了一件令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按照历届规矩，在强榜大赛完毕后，将会有着几场类似切磋的比试，参赛者能够任意选取新的强榜前10进行挑战，其本质就是大赛落幕的助兴节目，很少会有人真正出场。然而这次出现了一匹比萧炎还黑的黑马，薰儿仅用了10分钟不到就直接解决掉了强榜第2。场中林修崖苦笑道：你这实力直接去找紫妍学姐切磋吧，挑战紫妍，那小丫头怕是要去找萧炎哥哥哭闹，到头来受责骂的怕还是我。薰儿笑着道：挑战你只是他说想看见我耀眼的一面，不过可惜他确实没能看见。放心吧，我对那强榜第2可没什么兴趣，切磋完了我还得回去照顾萧炎哥哥。学着萧炎的模样，薰儿冲着林修崖耸了耸香肩，然后便转身离开了。望着薰儿离开的背影，林修崖觉得自己坠入了爱河。闭关修炼养伤的萧炎还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疯狂挖墙脚，不过就算知道了，他应该也没在怕的。几天后，萧炎出关，不仅修复了重伤的身体，还因祸得福的猛飙了2星实力。之后的日子里，薰儿总拉着萧炎两人独自进入深山，然后躺在碧绿的草地上相互依偎着晒着那暖洋洋的日光。直到有一天，两人同往常一样闲聊的时候，薰儿的族人找了过来。感应到快速移动的气息，薰儿赶忙将萧炎推进了森林。前来接薰儿的黑烟军副统领林泉还是察觉到了萧炎的气息，情敌见面分外眼红。林泉嘲讽萧炎是废物，还侮辱萧家。薰儿不想萧炎与之发生冲突，就厉声呵斥了林泉。林泉也没生气，还微微一笑，对着薰儿躬身道：小姐请，宗族大人可是想念您的紧。看到薰儿要离开，萧炎一把抓住了薰儿的手臂，不想两人的亲密关系被发现，给萧炎招来杀身之祸。薰儿脸上冷漠，却用密语传音跟萧炎交代了一定不要泄露驼蛇谷地狱的信息，在有能力保护好古玉之前，千万不要来找他。他相信没落的萧家会因为他而再次屹立大陆。听到薰儿的话，萧炎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却还是慢慢地放开了。然而就在手掌即将离开薰儿手臂时，萧炎还是猛地将薰儿扯进了怀中，手环上薰儿的腰，脸埋进她的发丝里，深吸了一口气道：薰儿，等着我，我会去找你的。我不管你背后的势力是如何庞大与恐怖，你是我的。若是要让得那势力正眼相对，需要达到斗尊，那我就向斗尊奋斗，斗尊不行，那就斗圣，斗圣不行，那就斗帝。萧家先辈能达到那个高度，我萧炎定然也能。一旁的灵泉看到萧炎的动作，眼神逐渐变得阴冷，感受到天地间能量波动的薰儿强行挣脱了萧炎的怀抱，掠上半空，落在4翼独角兽上离开了。目光转向还站着不动的灵泉，萧炎淡淡的道：灵泉副统领还不走？目光紧盯着萧炎，灵泉冷声道：我只是想叮嘱你一件事，凭你的成就以及那已经成为丧家之犬的萧家背景，根本配不上小姐。
宗族大人倒也是猜到了小姐或许对你有些情，因此也托付我传句话给你。忘了小姐，以前的事最好当作没有发生过。小姐在我族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她相配的人只能是大陆真正的强者，你还不配。然而听到他的挖苦，萧炎意外的平静，一会儿后才摇着头道：配与不配，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而且你应该是在嫉妒我吧？灵泉有被气到，杀气外露。就在他想动手杀了萧炎的时候，苏谦大长老现身了，并下了逐客令，灵泉只得离开。受了打击的萧炎落寞地走进了薰儿之前住的房间，将自己埋进了被子里。一直到第二天星火本源断体的日子，才同众人一起前往了天坟炼气塔第8层。然而萧炎等人刚从星炎断体中苏醒过来，就遇到了陨落星炎彻底爆发的时刻。几人慌忙逃出塔内后，没多久陨落星炎就彻底冲破了原本的封印。巨大的无形火蟒盘踞在天空上，好在苏谦大长老及时组织内院众长老结成了千层封印。已经有智慧的陨落星炎不甘心地将自己庞大的身躯凝聚成了一条手臂粗长的火焰小蛇，狠狠地撞击在了能量网之上。苏谦等人虽然反应迅速地护住了差点崩裂的能量网，但是还是有一个小口子泄露了陨落星炎的气息。距离迦南学院不远的韩风察觉到这股气息后，号召了己方势力赶往迦南学院。在内院众长老的苦苦坚持中，收到消息的外院长老们终于赶到了。众人齐心协力，在苏谦大长老的领导下，将陨落星炎再次封印到了天坟炼气塔中。苏谦刚松了一口气，闻着味儿来的寒风就到了。看到自己的孽徒来了，妖老一时没控制住自己暴动的灵魂力量，滚烫的戒指将萧炎的手指都灼伤了。萧炎轻轻抚摸着漆黑戒指，在心中轻声道：放心吧，老师，清理门户的事交给我来做。你有这心便行了，现在的你还不是他的对手。他修炼时间远高于你，而且如今他也拥有异火，所以短时间内不要与他有冲突。药老叹息道。萧炎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药老所说不假，以他如今的本事，不管是在实力还是在炼药师等级上，都远远比不上自己的这位师兄。不过萧炎很疑惑，寒风既然已经有了异火，为什么还要来抢异火？药老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解释道，因为他修炼了焚诀的残卷，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应该摸索了一点什么东西出来，不然不会对第二种异火有兴趣。萧炎这边刚结束对话，寒风也等来了金银二老。没有耐心的他直接指挥帮手们去打架，自己则伺机靠近天坟炼气塔，却被虎钳发现并拦下。萧炎看着大混战，也没有自己插手的余地，于是又准备先躲起来等着捡漏，没想到刚藏好，就差点被战斗余波误伤。萧炎虽然成功躲过了攻击，却被范劳随意的一眼认出，就是他杀了自己的儿子。甩开3位斗王长老，范劳对着萧炎爆射而去。小杂种，你可是让得我好找，给我儿子陪葬去吧。躲过一击，萧炎冷笑道：杀我可没那么容易，老狗。通过萧炎躲开的方式，范劳认出那是3000雷动，明确对方真的是他要找的杀儿凶手后，范劳疯了一般的同萧炎站到了一起。下方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以为萧炎以斗灵之身战斗皇，是挺身而出为学院抵抗外敌，疯狂的为萧炎呐喊助威。受到感染的紫妍、林修雅、柳晴3人也前来助阵。目光看向3人，萧炎突然道：给我3分钟时间，然后就去酝酿大招了。就在3人快坚持不住的时候，萧炎来救场了。青色火焰席卷天际，直接蒸发了范劳的血海。一边的寒风没想到这下竟然能一次得到2种异火，兴奋极了。而血海被蒸发的范劳脸色难看极了，若是输给了这种家伙，日后怕是得被黑小玉的那些家伙笑死。狠狠地咬了咬牙，范劳使出了血变。小杂种，今日我范劳不将你碎尸万段、剥皮抽筋的话，还不如自刎当场。萧炎却是一笑，轻轻道：那你还是去死吧，老狗。范劳气炸了，使出了地阶斗技大雪扑噬。萧炎见状也使出了地阶斗技焰分噬浪尺，被青色火焰与血色能量所充斥的能量风暴，将周围几百米处的所有房屋乃至树木全部摧毁。范劳明白萧炎肯定是使用了秘法，想暂避锋芒，等时效过了，萧炎正虚弱时再一举拿下。哪知萧炎也是个果断的，看透了他的意图，不愿放虎归山。最终范劳败了。就在萧炎想要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陨落星炎再次暴动。陨落星炎的再次暴动使得范劳逃过萧炎的追杀，苏谦大长老这边赶忙再次组织结阵。
韩风看着手忙脚乱的众长老，反而不着急进攻了。他清楚地知道迦南学院底蕴不菲，那些隐士强者能够容忍异火被夺，但却不能容忍内院长老死伤大半。因此等异火与众长老斗得两败俱伤之时，才是抢夺异火的最好时机。没过多久，封印真的被陨落心炎撞得彻底裂开。然而挣脱束缚的陨落心炎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紧盯着韩风与萧炎，眼中是极为人性化的贪婪。猎人与猎物的位置瞬间调换，陨落心炎最先锁定的是韩风。看着暴冲过来的异火，身处韩风阵营的范老转身就逃了，气得韩风破口大骂，而其他人也有些动摇。韩风没有办法，只得许诺诸位助我一力，若是如今能够收服这异火，诸位来时提的丹药条件我双倍给予。现在听我指挥，一起攻击他，只要将其能量耗尽，剩下的便交给我来。风水轮流转，这下看好戏的轮到苏谦大长老了。萧炎也在心里幸灾乐祸道：打吧打吧，最好都打得半死，渔翁得利什么的我最喜欢了。然而没过多久，萧炎就乐极生悲了。被寒风释放出的天寒气彻底激怒的陨落心炎，一尾巴将寒风抽飞出去，砸在地上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而攻向了萧炎。好在紧要关头，被追得狼狈逃窜的萧炎在药老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并重创了巨型火蟒的本源。萧炎的这次攻击使得真正的陨落心炎现形了，而现出形后的陨落心炎会有一段时间的衰弱期，这是得到他的最好机会。寒风先出手了，他让金银二老缠住苏谦大长老，自己飞身去抢夺异火。然而他并没有萧炎快，只是在萧炎快靠近陨落心炎的时候，一团星火突然出现，寒风也趁机偷袭，这导致萧炎不得不退。但是萧炎也不是吃素的，处理好突然冒出来的星火，他也给寒风搞了一记偷袭。两人僵持了一会儿后，寒风突然一笑，冲着后者拱了拱手道：这位小兄弟，想必你也是炼药师吧？那么你应该知道，一人体内只能存在一种异火，若是再容纳第二种的话，异火便是会相互排斥，届时可是有着爆体危险。所以现在这个陨落心炎对小兄弟来说可没有多大作用啊。若是你肯卖我一个人情，我可以用6品丹药药方与你交换，如何？听到寒风的话，萧炎也笑了，道：既然你也知道炼药师不能共存2种异火，那你何不将这个机会让给我？知道来软的不行，寒风淡漠的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将你的异火也收下了。冷笑了一声，萧炎道：正好我也对你的异火有兴趣，谁收谁的，现在可还说不清。狂妄的小子，我在大陆闻名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喝奶呢。我倒是要看看是你的青莲地心火厉害，还是我这海心焰更胜一筹。说完，寒风双掌猛然朝前一推，毫无保留地使出了自己真正的杀招。萧炎也没再怕的，用青莲地心火凝聚了一朵青色的莲花，就朝着寒风轰了过去。青蓝色的火浪散去后，两人都狼狈不堪，同样的衣服破裂，披头散发，呼吸急促。唯一不同的是寒风震惊的神情。是的，通过刚才的对轰，他发现萧炎修炼的是完整版的分诀，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药老没死。脸庞上杀意涌动，寒风猛然抬头，声音嘶哑的道：老不死的，我不管你究竟是死是活，今天我都会让你们两人彻底的闭上嘴。萧炎面无表情，淡淡的道：就怕你没那本事。寒风森然一笑，嫉妒又怨恨地说道：当年他如果能将焚诀传给我，我依然会对他礼敬有加，不过谁怪那老不死的眼睛不好呢？我的天赋他还不了解吗？寒风的情绪十分激动，他一直认为当年如果药老肯将焚诀传给他，那么如今定然又将会是另一个场面。面对疯狗一样的寒风，萧炎没有再跟他说话的欲望，反手就召唤出了古灵冷火，开始与青莲地心火融合。古灵冷火，那个老不死的竟然把这都给你了，凭什么？老不死的，我知道你在他体内，不过如今我会让你再无任何逃生的机会。疯魔的寒风将深蓝火焰凝固成一把犹如实质的深蓝色三叉戟，紧握着足有2丈多宽的火焰三叉戟。寒风目光阴冷地望着那努力控制着2种异火的萧炎。小师弟，师兄会让你和老师一起永埋此地的。寒风的话音刚落，萧炎的大型佛怒火莲也融合好了。青白色的火莲在萧炎手上缓缓旋转着，手掌抬起，萧炎冲着远处一脸凝重的寒风咧嘴一笑：师兄，今天便让师弟我来清理门户吧。眼神一寒，寒风声音嘶哑的道：毛头小子，口气倒是不小，这么多年我寒风什么场面没见过，和那个老不死的一起去死吧，海燕戟。天空之上，火莲与庞大的三叉戟撞到了一起，引起了片刻的空间凝滞后，一圈夹杂着3种异火的能量风暴直接炸裂。
在众人躲避风暴赶忙逃窜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那团本源陨落心炎正在偷吃残留的异火。而这边师兄与师弟的较量也出了结果，寒风昏迷，血肉模糊，从空中坠落时，若不是被金银二老救下，恐怕还会脑浆迸裂。而萧炎仅仅是气息不稳，脸色有些苍白而已。就在众人震惊于萧炎的实力竟然这么强的时候，猥琐发育的陨落心炎突然暴起，吸收了由佛怒火莲爆发而产生的青白蘑菇云。感受到陨落心炎越来越狂暴的能量，黑角域众强者果断逃走，将烂摊子丢给了迦南学院。苏谦命令所有学员离开内院，躲进深山，随后立即准备结阵。站在阵心，苏谦冲着萧炎大喊：“快离开！”萧炎也想，可是他已经被陨落心炎再次锁定了。萧炎这边生死时速时，一位长老却在催促苏谦立刻结阵。苏谦一直等着萧炎先冲出来，然而就在萧炎距离阵型边缘不足10米处时，还是被追上了。这猎人与猎物的位置果然被调换了啊！只是最后依然没杀了那寒风。老师，对不住了，这次也连累您了。在心中发出最后一道苦涩的喃喃自语后，萧炎就陷入了昏迷，眼睁睁看着萧炎被吞噬，自己却无能为力。苏谦大长老怒了，不惜拼尽全身功力将陨落心炎彻底封印。被异火吞噬后的萧炎再次睁开眼，是在陨落心炎的肚子里，目光所及的地方都是赤红的岩浆，使劲地甩了甩头，脑子还是有点懵，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正有些无措的时候，药老出声道：“这里是地底深处陨落心炎出生的地方，你被陨落心炎拖到这里将近有半个月时间了。这时间他一直在尝试着炼化你，或者说你体内的青莲地心火。而在你昏迷时，我一直在使用古灵冷火替你防御着，不过那消耗太大了，我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而到时便只能依靠你自己了。我的古灵冷火或许还能坚持3天的时间，3天之后，我便会把仅剩的灵魂力量完全灌注于你，然后我便是会因为灵魂力量枯竭而陷入沉睡，剩下的便得全看你自己的了。希望我苏醒之时能够见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学生。”萧炎沉默半晌后，咬着牙微微点了点头，旋即从纳戒中取出了青色的莲台，盘腿坐上去就进入了修炼状态。3天很快就过去了，药老沉睡后，萧炎一直在昏昏沉沉地煎熬着，直到有一天手臂上传来的温凉感唤醒了他。吞天蟒！萧炎精神一振，惊喜地失声叫道。在激动之余，萧炎发现吞天蟒的状态不对，2个灵魂正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一直到10分钟后，争夺才分出了胜负。一具赤裸如白玉般完美的身躯缓缓地出现在了萧炎的目光之下，红润嘴唇挑起一抹泛着冷意的弧度，眼睛不想要了，这是哪儿？萧炎干笑了一声，挠了挠头，迟疑了一会儿后，说出了现在的处境。我真后悔当初没直接杀了你。美杜莎女王咬着一口银牙，气得浑身发抖。这家伙竟然会将自己给带到这种几乎是死境的地方。萧炎尴尬地笑了笑，小心翼翼地道：“我也不想来这里的，女王陛下。您看，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还不如联手突破这陨落心炎，然后逃生，如何？”美杜莎女王含着俏脸，却是理也不理他，直接对着陨落心炎出手，结果铩羽而归。脸色微沉，美眸看向萧炎，冷喝道：“你体内的那个老家伙呢？让他出来！凭你的实力，就算我们联手也破不开这一火。”老师已经沉睡了。萧炎苦笑着摊了摊手道：“该死的！”闻言，美杜莎女王更是怒火大盛，恨不得一掌将萧炎给拍死。杀了我，你也出不去。萧炎像是猜到女王心里在想什么，直接道：“本王什么险境没遇见过？这一伙想要将我留下来，可没那么容易。”美杜莎女王冷笑了一声后，不信邪地继续攻击陨落心炎，直到将陨落心炎彻底激怒，给萧炎和美杜莎一人赏了一大团星火。陨落心炎的亲力炼化，使得萧炎与美杜莎女王进入了真正的生死考验。萧炎的皮肤上不断泛起水泡，身体里每一处角落的高温将萧炎折磨得生不如死，血液在沸腾，经脉在扭曲，随着星火越来越猛烈，头发化为了粉末，骨骼也快不堪重负。在萧炎陷入即将被炼化的绝境时，一旁的美杜莎女王也不太好受，痛苦从灵魂深处蔓延而出。不过随着星火的炙烤，她与吞天蟒的灵魂却是在缓缓地融合着。一旦她坚持到2个灵魂彻底融合，那便是能够彻底掌控这具身体，而那时陨落心炎对她的克制效果就会自动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萧炎的皮肤寸寸崩裂，经脉干枯而扭曲，
体内各种器官严重变形，意识也开始消散。转机出现了，萧炎练功时坐着的青莲，先是融化成一大团青色液体，接着融掉了萧炎那戒里全部的药材和丹药，之后包裹住了不成人样的萧炎，修补着他的身体。陨落心炎见死掉的人又开始焕发生机，能惯着他，立马加大马力，你破坏我修补，如此重复循环。好在此时的萧炎已经进入了假死状态，不然的话那种反复的剧痛一定会将他折磨疯。不知不觉间，距离内院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已经过去了1年时间。火海里的少年也终于睡醒了，收回那戒后，已经成功晋升为斗王的他琢磨着要不要去打断女王的灵魂融合，只纠结了一会儿就放弃了这个危险的想法，因为萧炎觉得留下他日后对他说不定有帮助。好家伙，帮助大大的有好吗？暖床、守家、生女儿。跑偏了，拉回来。陨落心炎看着烤熟的鸭子又活了，还活蹦乱跳的，气炸了，又赏了一团极为猛烈的星火给萧炎，哪知萧炎感觉跟泡温泉没什么区别。茫然了一会儿后，萧炎笑了，猎杀行动正式开始。30年河东，30年河西，接下来就让我们换换吧。萧炎抬头，冲着那2点悠悠光芒咧嘴一笑，白灿灿的牙齿透着一抹森然。一番追逐后，无形火蟒被生擒。见拼死反抗无果，他连忙求饶，然而还是被萧炎残忍地炼化了。缓缓睁开眼，萧炎看着乖顺的陨落心炎笑了，目光转向火焰中的妖媚美人儿，放肆地看了看美杜莎的娇躯，又静心了一段时间后，萧炎才开始融合青莲地心火与陨落心炎。融合十分成功，怔怔地望着那团碧绿色的火焰，萧炎的内心发出了无声的疯狂咆哮，眼圈也不自觉地红了。当初被犹如丧家之犬一般追杀出加玛帝国，最后长途跋涉来到迦南学院，甚至在听到家族被毁的那一刻，却依然只能咬着牙将那份屈辱吞进肚中。那份隐忍所谓的不就是这一天吗？许久之后，萧炎才平静下来，正准备退出修炼状态时，变故发生了。异火相融的后遗症导致萧炎跟吃了激烈的春药没什么区别，越压制他就越反弹。片刻后，萧炎红着眼睛，赤着身子，气喘如牛地冲着美杜莎走去。美杜莎似是感应到了什么，骤然睁开双眼，杀意凛然地厉喝道：“你找死！”然而此时的萧炎哪里还有半分理智，脚步都不带停顿地一直靠近。美杜莎终于动手了，一道七彩匹链爆射而出，重重地砸在萧炎胸膛上，结果却是仅仅让得他身形滞了滞，意识到自己灵魂刚刚融合完毕，实力根本发挥不出平时的一半。美杜莎懵了，萧炎手掌一挥，一圈碧绿火焰将美杜莎双手牢牢捆住，脚步停在美杜莎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始终未给过他好脸色的女王陛下。萧炎，你敢对本王做那事，等本王恢复实力，定将你碎尸万段。即使是这等时刻，骄傲的美杜莎女王依然没有示弱，咬着银牙，语气森然的道。而此时的萧炎已经彻底被欲望控制，哪里还有半分理智，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侵犯了美杜莎。事后，美杜莎疯狂追杀萧炎，死寂的岩浆世界都跟随着沸腾了起来。你有完没完啊？我看你是女人才不和你计较，再纠缠的话，休怪我翻脸了啊！又是险险地避开一道凌厉的攻击，那穿着黑袍的青年大怒地喝道：“本王说过，一旦恢复实力，第一个便是将你碎尸万段。”咬着银牙，娇媚美人寒声道：“大姐，我也是受害者啊，那种状态我根本就没有理智的，您就饶了我吧。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啊，我肯定不会对别人说的。”萧炎满脸苦容，对着美杜莎女王拱手道。听到萧炎的话，美杜莎女王更生气了，做梦！说完又要开打。美杜莎，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再来的话，也休怪我不讲情面了。萧炎眼睛怒瞪道。看着岩浆海洋的暴动，美杜莎清楚，眼前这个混蛋已经收服了陨落心炎，在这种环境与他对战，就算他如今已经恢复巅峰实力，怕也是讨不了好。而且他对于面前的萧炎，总是真正的难以下杀手，融合了吞天蟒灵魂带来的弊端不小，不然按照他以前的性子，拼着2败俱伤也要将萧炎碎尸万段。看到美杜莎终于安静了，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现在还是不要再继续内战了吧，你也不想一辈子待在这种地方吧。萧炎冲着美杜莎耸了耸肩，指了指上面，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想要突破封印似乎有些困难，若是我们联手应该要轻松许多，如何？美杜莎犹豫了一会儿后，冷着脸点了点头，心里却是打定主意，一旦出了这该死的地方，她一定要让这混蛋为侵犯她而付出代价。
天粉炼气塔的集体修行日，萧炎强势回归，美杜莎没能完成一出塔就弄死萧炎的宣言，只因萧炎找到了苏谦做靠山，实则也有天天榜的影响，导致美杜莎无法下杀手。众人看到活生生的萧炎十分的高兴，苏谦更是差点晕过去，不过是被气的，因为这小子炼化了陨乱心炎，这意味着天粉炼气塔基本报废了。虽然使用院长留下来的容器再让萧炎定期补充异火，依然能够令天粉炼气塔具备提升修炼速度的效果，但那效果相较以前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等院长回来还少不了挨一顿臭骂。但是想一想，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一个安全隐患，还多了一个牛批的学员，也不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翻了翻白眼后，苏谦同萧炎谈起了韩风的事情，萧炎表示当年韩风纠结大批强者袭击内任之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苏谦深以为然，一拍即合的两人当下就兵分两路集结人手，在前往黑角域的途中，萧炎救下了差点被范老击杀的二哥。萧厉不敢相信自己的弟弟死而复生了，直到萧炎将范老烧了个灰飞烟灭，他才彻底回神。萧厉也不知道自己是高兴多一点还是伤感多一点，当初他以为萧炎死了，为了担起复仇的重担，毅然决然地服下了食圣丹，如今兄弟活着回来了，自己却没有几年好活了。得知萧厉情况的萧炎无比的愤怒和心痛，当然愤怒是对自己的。自此之后，除了召集人手，萧炎还多了一件事，寻找解决食圣丹的办法。随着人员的集结完毕，大战也拉开了序幕。萧炎与韩风的对战可以算得上是一场烟花秀，二人你来我往，招招致命。最终火莲与火兽的对决使二人两败俱伤，正所谓趁他病要他命，率先缓过来的萧炎立马就要对着韩风补刀，然而刀没补成，自己还差点被黑色锁链夺了命。就在锁链即将洞穿萧炎心脏时，女王救下了萧炎，并发气宣布道：你的命是我的。被救下的萧炎那是既庆幸又费解，正想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女王一掌就拍到了他的胸口上。一屁股坐在地上的萧炎虽然有些懵逼，这女人怎么反复无常呢？但现在很显然不是追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萧炎只恨自己没能杀了韩风替老师报仇，而女王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一脚踢向了韩风，这看似平常的一脚竟直接将韩风踢死了。就是女王故意下杀手为萧炎出气，不接受反驳。萧炎那叫一个激动啊！女王的出现解决了萧炎的现有危机，最终韩风的灵魂以及异火虽然被那魂殿之人带走了，但他的那戒还在呀，人是女王杀的，那戒自然就归萧炎了嘛。女王离开后，萧炎就开始了闭关，期间不仅恢复了伤势，还成功的融合出了琉璃莲心火。之后的日子里还算平静，萧炎说服苏谦支持他在黑角域扩建势力后，就用6瓶复魂丹把美杜莎忽悠成了自家大兽，还为女王取名为彩铃。当然女王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开山印修炼到小成之时，萧炎见美杜莎之事，复制6瓶黄级丹，又成功忽悠了黑角域3大势力的首领，助他攻上云岚宗。之后萧炎不仅为海波东炼制好了父子灵丹，还利用修复药液唤醒了药老。药老苏醒之时，萧炎已经榨干了全身的气力，无法稳住自己身形的萧炎一头就栽下了悬崖。女王挣扎于到底救不救萧炎的时候，萧炎已经坠下了云层。女王顿时就慌了，立马飞身下去，牢牢抓住了萧炎的衣袍。就在此时，药老的攻击到了。美杜莎，你想取老夫弟子性命，可得先问问老夫同意不同意。真是好大一个乌龙。就这样，女王与药老的第一次见面差点没打起来。好在药老着急唤醒萧炎，没空打架。药老的苏醒可以说是为萧炎覆灭云岚宗增加了一大助力。之后的日子里，萧炎一如既往的修炼斗技，召集强者，直至万事俱备的那一天，